这是一部能让你一口气看到爽翻天的沙雕动画，近100亿人给出100亿好评，某瓣评分更是高的吓人。这一切都要从我被一个疯老头打了一针说起。救命啊！小子，你别跑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别人抢着要，我还不给。我信你个鬼！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。哼，要不是被那帮人逼得走投无路，也不可能便宜了你。嗨！我被一个疯老头扎了一针后，拥有了透视的能力，但是这个透视对人类有着一层保护机制，只能看到贴身衣服。你干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？那个我，你不要喜欢我啊！虽然我平易近人，天生丽质，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不是，我想你想也不可以，想也有罪。哼！哟，这不是陈二狗吗？吴志勇、小云，你们怎么在一起？很奇怪嘛，你的女朋友怎么会和我在一起？哈哈哈，你这个白痴还看不出来吗？二狗，我们分手吧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为什么？还为什么？笑死人！就凭我比你有钱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是个打工的穷屌丝？殊不知本少爷可是正儿八经的富二代。我来公司就是体验一下底层人民的生活。小云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选择。少这么的放狠话了，你就一个打工仔，凭什么让小云后悔？公司已经决定把你开除了，以后不用来上班了。没必要跟他废话，勇哥哥，我们走吧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。这是刮刮彩，我能看穿里面的中奖信息，这岂不是百发百中？哈哈，这下发了。房东又来收租了，说要是再不交房租，就让我们搬走。你赶紧回来把房租交了。啊，我这别告诉我你没钱。有，那必须有。有就好。来电话的是陈二狗妹妹严小惹，他们是一个组合家庭。几年前父母车祸意外双亡后，就剩兄妹俩相依为命，租住在一套房子里。二狗看着兜里仅剩的几十块钱，皱起了眉头。房租1个月900，一次性得付3个月，弄2700把房租交了先。既然我拥有透视了，那就去彩票站测试下到底靠不靠谱。很快陈二狗就找到一家彩票店，看着柜台上的刮刮乐，顿时眼冒金光。老板，给我来几张刮刮乐，10块一张，你自己挑。陈二狗仔细观看着桌子上的一叠彩票，利用透视之眼一张一张的扫过，大部分都是谢谢废物，少数几张有个几十块的。咦，靓仔，你都看半天了，挑好没有？马上就好。当陈二狗用透视之眼扫过最后一张彩票时，顿时心跳加速。本以为这一叠彩票不会有大奖，没想到最后一张居然是8万奖金。老板，我要前面4张和最后一张。付完钱后，陈二狗仔细的刮起来，前面4张都是幌子，目标在最后一张上。当刮开保护膜那一刻，陈二狗激动的看着彩票上的中奖金额。这时老板也凑过来看了看。哟，靓仔，你运气也太好了吧！我开彩票店这么多年了，也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刮出大奖的。合计你们卖的彩票都没有大奖啊？这个嘛，大奖肯定有的，这不你就刮到了。很快陈二狗就兑换了奖金，扣除20%税收16000后，还剩6万4。陈二狗看着到账的金额后，离开了彩票店。在回去的路上发现透视之眼无效了。难道这功能是一次性的，还是有冷却时间？陈二狗怀着疑惑的心情回到了出租屋。这时包租婆已经等候多时。小严，不是我不宽限你们，你说说我都宽限你们兄妹多少次了？这个季度房租都拖延1个多月了，也该交了。张阿姨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哥马上回来了。呀，靓仔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我都在这里等你半天了。张阿姨，实在是不好意思。诺，这是这个季度和未来1年的房租，我都一次性给你了。看来小陈你最近混得不错嘛，是不是在公司升职了？那我就先走了哈。回到房间里后，陈二狗又开始琢磨起这个莫名其妙的透视功能，思来想去也找不到结论，只好心怀忐忑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起床照镜子时，发现自己竟然长高了一点，并且感觉身体的力量特别强，一拳起码都有几百斤。卧槽，昨天那疯老头给我扎的是什么针？居然能改变我的身高和身体素质，难道是一种人体潜能激发的高科技？看来只有找到那个疯老头才能解开谜底了。陈二狗快速洗漱完就匆匆出门，目标就是彩票店。现在也失业了，决定继续买彩票去，毕竟自己有透视的能力，还有什么比买刮刮乐来钱快呢？今天要测试一下自己的透视在1天内能用几次，或者说能用多长时间，这可是以后吃饭的家伙，得了解清楚才行。一上午的时间，陈二狗在4家彩票店买了刮刮乐，他今天的运气比昨天好多了，买了600块钱的刮刮乐，扣除上缴的税后总共中奖28万。之所以要在4个不同的地方买，主要是他觉得如果在一个地方中奖太多次，未免太引人瞩目了，所以才打一枪换个地方。换了4个地方后，他几乎摸清楚了自己透视的使用时限。透视1天能开启5次，每次3分钟，如果加在一起就是15分钟。虽然这个时间有点短，如果利用的好的话，可以做很多事了。陈二狗上午用完了所有的透视次数，手机上余额也多了28万，脑海里已经规划好了以后的宏伟蓝图。他决定以后每天的工作就是买刮刮乐了，买上1年也有近1个亿了，直接走上人生巅峰。想到自己以后即将拥有的生活，二狗乐得跟二傻子一样。
为了以后买刮刮乐效率更快，下午的时候他便坐着出租车满城去找卖彩票的地方，将每个地方的位置都记录下来，一直折腾到傍晚，足足记下了30多个彩票店的地址，这才开始往家的方向走。连续买了几天的刮刮彩，累计中奖金额也达到了100多万。前几天还在为900块的房租发愁，没想到几天后竟成了百万富翁。倩雪，你好啊。学长，我想跟你借点钱行吗？怎么，我们的小富婆也有缺钱的时候？家里出了点事，现在急需用钱，学长能帮帮我吗？需要多少？10万有吗？行，我一会给你转过去。那个，方便给我现金吗？行，一会我到银行取了给你。倩雪这么单纯，不能被人给骗了吧？他家也不是缺钱的主啊，难道真出事了？算了，先去给他取钱吧。小姐，帮我取10万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 VIP 通道，请您去旁边的窗口办理。你不是闲着吗？也不能办理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这里是 VIP 专属窗口。你好，帮我取10万。先生，请问您取10万这么多现金有什么用途吗？取钱当然是花了，不然取钱干啥？我的钱还不能取了。不是的，先生，我们这边有规定，为了您的资金安全，取款金额超过5万需要上报用途的。我取出来存到别的银行可以吧？先生，请问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是我们银行服务不好吗？因为你们银行太磨叽了。先生，这是您取的10万，请保管好。倩雪，这里面是10万现金，你能告诉我家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学长，谢谢你，等我有钱了立马还给你。我想问问你拿这钱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？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担心你被人骗。放心吧，学长，我多聪明，我不骗人就是好事了，谁还能骗得了我？陈二狗和倩雪分别后，正打算去找个彩票站中奖，看到前面围了一堆人，也好奇的走了过去。这位老哥，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河里发现了一具浮尸，警察正好将河里的尸体捞了上来。当二狗目光落到那具尸体身上的时候，他眼珠子一下就移不开了，看着这熟悉的穿着打扮，有些变形但还勉强能认清的面容，只觉脑袋嗡的一声。怎么是他？他怎么会死？让开让开，都别围观了，死人而已，没什么好看的，都让开。叔叔大哥，这人是怎么死的？他身上有伤，初步判定是他杀，没什么好看的，散了。自从被这老头扎了一针后，获得了透视能力，二狗对老头是百般感激，同时也有许多疑惑想解开。他曾幻想过所有再次遇见老头的场景，可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。到底是谁杀了他？为什么杀他？他又是谁？二狗想不明白。这几天连中巨奖的喜悦心情，在看到老头的尸体后被彻底冲散，恍恍惚惚的回到了家，赶紧打开手机关注着本市发生的新闻。几个小时后才有一个详细的报道出来，死者胸部有枪伤，身上有一张证件照，疑似16年前失踪生物学博士李明哲，16年前赴欧洲参加学术交流，回国途中飞机失事，从此失踪。二狗瞪大了眼睛看着生物学博士几个字，难道这老头真的是那个李明哲？那针管里就是他所研究的东西？二狗越想觉得脑子更乱了。16年前李明哲为什么会失踪？现在他为什么又突然出现了？还被人枪杀，杀他的是什么人？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，总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。你好，您是严小蕊的哥哥吗？是的，我是严小蕊的班主任，她在学校里出了点事，希望您能过来一趟。二狗本来就心事重重，一听妹妹出事，急忙赶到学校。你好，我叫苏莹，是高3一班的新班主任。那个班主任，我妹妹怎么了？小蕊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？是谁欺负我妹妹？陈先生，你别激动，没人欺负她。那她怎么会哭？偷人东西被抓了现行，能不哭吗？赵欣然，我没有偷你的手表，你没偷，那是谁偷的？今天就你来的最早，我没拿你的东西，你没拿过，那为什么我的手表不见了？王丽和张燕都看到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我们都看到了。就是，我根本就没拿他的东西，你们为什么要诬陷我？陈先生，事情就是这样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如果他能把东西交出来还给赵欣然，那么今天的事我和同学们都可以当没有发生。苏老师，我相信我妹妹不会拿别人的东西。真是有什么样的哥哥就有什么样的妹妹，哥哥贪污公款被赶出学校，妹妹也是个小偷。赵欣然的话让二狗眉头一皱，有些意外，对方竟然知道他的事。他看了看赵欣然，确信自己这是第一次见到他，他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过往？严小蕊也吃惊的看了看赵欣然。陈先生，你还是让严小蕊同学把东西拿出来吧。你说你的手表不见了，请问是什么品牌的手表？白色的卡西卡手表，2万多你。你确定它不见了？你身上没有，包里也没有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们确定看到严小蕊拿了手表？确定。很好，我会当着大家的面把你的手表找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只有一块手表不见了，那么请问这是什么？天哪，手表怎么会在他自己包里？原来是故意栽赃嫁祸，我们都误会严小蕊同学了。就是，小蕊同学一向都是心地善良、为人正直，没想到这赵欣然故意污蔑他。赵欣然同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老师，你是故意诬陷我？也许是我记错了吧，我以为他不见了，没想到他就在我包里，不好意思。
不好意思就算了。好，你可以说自己是记错了。那他们呢？还异口同声的，肯定是我妹妹拿的。也许真是他们看错了呢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一个人看错还有可能，2个都能看错，难道不行吗？哼，很好，你们都已成年了吧？没成年也无妨，16岁就能负法律责任。你们联合起来诬陷我妹妹偷东西，这算是诬陷罪，我报警吧。你们去跟帽子叔叔狡辩。别报警，我们认错道歉。原来赵欣然和严小蕊有过节，联合王丽和张燕来陷害他，本想给严小蕊一个教训，可没想到会让自己身败名裂。见到班上的同学全在骂他，他气得胸膛起伏不定，狠狠瞪了陈二狗和严小蕊2人一眼后，转身跑了。小蕊，走，我们回家吧。你是怎么知道手表在赵欣然包里的？我猜的。你就这么相信我没拿他的手表？万一真的是我拿的呢？万一你在他包里什么都没搜出来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也许我在他包里什么都搜不出来，但他的手表绝不会是你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妹妹，我相信你。我深知被冤枉的感受，半年前我被冤枉陷害，还被学校赶了出来，那种感觉太憋屈了。哥，经过今天的事，我相信你是被陷害的。你真的相信我？哥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误会你了，被人冤枉真的太难受了。放心吧，总有一天我会把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小蕊，你以后别去打零工了，专心读书，考个好大学。诺，这5000块钱你拿着，以后没有钱了找哥要。哥，你是不是又长高了呀？嘿嘿，好像最近长了几厘米。陈二狗回到房间里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每天都在长高。我前几天才1.75米，现在都长到1.79米了。卧槽，不会一直这样长下去吧？那不成了怪物了。疯老头啊，疯老头，你到底给我注射的是什么玩意？今天准备去买彩票继续中奖，结果碰见了老同学和他父亲被几个大汉围堵。各位，你们就再宽限我2天吧。林大海，不是我们不肯宽限你，是你自己不识抬举。我们都宽限你多长时间了？欠虎哥的钱该还了。不是我不还，是真还不起呀。我的生意出了点问题，所有钱都赔光了，现在真的没钱。行，你要我们给你时间是吧？可以让你女儿跟我走一趟，什么时候把钱拿来了，我什么时候放她回家。八脸哥，您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老子才没空和你开玩笑，要么立马还钱，要么让你女儿跟我们走，把她带上车。你们干什么？学长，小子，不关你的事，滚远点。你们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哟呵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什么年代了还玩英雄救美？给我打！正好试试现在的身体素质到底有多强。一群废物，都给老子闪开！臭小子，你敢打我？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赶紧滚！行，算你小子有种。林大海，今天算你走运，老子再给你5天的时间，5天后要是再还不上钱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哼，我们走。千雪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，学长，这是我爸爸。叔叔好。爸，他就是昨天给我借10万的学长陈二狗。小伙子身手不错呀。嘿嘿，谢谢叔叔夸奖了。爸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在外头到底欠了多少钱？哪有欠多少，一点点而已。一点点？妈妈卖了房子铺子给你还债，你说还清了，只剩点银行利息。昨天我又给了你10万去还银行的利息，今天竟还有人来要钱，你告诉我是一点点？那个还有几百万。到底几百万？900万。什么？还有这么多？你怎么会欠这么多钱的？倩雪，今年生意不好做，之前手里有点闲钱，想着搞点玉石方面的投资，所以就……原来林大海和一个玉石老板做玉石原料买卖，投进去不少钱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眼看就要有收获了。可没想到那玉石老板突然被调查，所有资金全被冻结，然后充公，连带着他投的那份钱也没了，才落到今天的境地。倩雪，这回可真是实话了，你可别告诉你妈妈，她身体不好，要是知道了我现在的状况，非得跳起来不可。刚交完钱就出事，这未免太巧合，会不会是被人下套了？人家看不上我那点钱，他可比我惨得多，上百亿的家产都没了，真要论起来，也活该我倒霉吧？是有人故意整他，我只不过是被顺带收拾的小虾米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刚才那些人是放高利贷的吧？5天之内我们哪里去找这么多钱啊？如今看来，只能把房子卖了。可是就算把房子卖了，也不过400-500万，我可以借100万出来。倩雪和林大海都感激地看着陈二狗，这年头这么慷慨的人可不多了。学长，谢谢你，就算你再借100万给我们也是不够的。之前投资玉石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眼力不错的玉石师傅，明天在金陵商厦有场玉石交流会，我这手头还有几十万，想去碰碰运气。你想去赌石？要是运气好，说不定一次就能赚够900万。咱们家都这样了，你还想去赌石？这种钱哪有那么好赚？几百万都欠了，也不差这几十万，我想搏一搏。我觉得叔叔这个办法可行。学长，怎么你也跟着糊涂了？你不会真以为靠赌石能赚大钱吧？如果谨慎一些，应该不难吧？小伙子，有见识，我很看好你。叔叔，那个明天你去玉石交流会，能不能带上我？能啊，当然能了。怎么着，你也有兴趣？嘿嘿，我想去开开眼界。学长，我爸疯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一起疯啊？你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有你这么说你爸的吗？小伙子很不错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玉石交流会。几人分开后，陈二狗又去彩票站买了几张刮刮彩，中了一个10万就收手了。这个刮刮彩虽然也能来钱，但是搞钱还是太慢了，
我都刮了好几天，也才100多万。随后陈二狗去弄了一些关于赌石的专业知识，回到家里专心的学习起来，一直看到晚上吃过晚饭后又出了门，因为今天是那个疯老头尸体打捞上来的第7天，买了一些纸钱来到了河边，要是对方还活着，他必是要报恩的，可惜对方死了。即便这样，二狗也还是想祭拜一下，聊表敬意。哎，这老头都失踪10几年了，没想到一出现就被人打了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家人，我要是不来拜，搞不好就没人拜了。李先生，多亏了您，我才能这么快走出人生低谷，您的大恩大德我是不会忘记的。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杀了您，就算知道也不打算给您报仇，但我内心还是感激您的。今晚给您烧点东西，算是表示一下我的心意。希望您在天有灵，保佑我不要被追杀您的人找到。您也别怪我贪生怕死，毕竟我还有妹妹要养活呢。再说了，我身上有您的研究成果，我要是有个3长2短，也对不住您啊。陈二狗自言自语的唠唠叨叨好一会，才把纸钱烧完，正准备往回走，看见一个女人也在烧纸钱，于是好奇的走过去看了看。当看见纸钱中的纸条上写着亡父李明哲，短短几个字，却让二狗脑袋嗡的一下，眼睛顿时瞪得老大。你是李明哲的女儿？你认识我爸爸？啊，不认识，新闻上看到过，你真是他女儿。见到女孩神色认真，不像撒谎，毕竟在这种时候能来给李明哲烧纸钱的，除了自己，也只能是他亲人了。一念及此，二狗心中不由感慨万千。我该走了。站住！你们是谁？你是李静文吧？怎么，你舅舅没跟你说？说什么？你舅舅欠了我们钱还不上，把你抵给我们了。你们想干嘛？小丫头，我劝你最好乖乖的跟我走，不然吃苦头的可是你。我说是谁呢？你们几个白天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？我尼玛，怎么又是你？知道是我还不快滚！我不介意把你们丢到河里去。刀疤脸几人愣了一下，想了想前几天这里捞上来一具尸体，后背感觉凉飕飕的，随后就匆匆离去。干他们这行的就是欺软怕硬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家住哪里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，不用麻烦了。女孩再次表示感谢后，还没等二狗开口就快速的走了。难道我看起来很凶了吗？二狗好奇李明哲失踪这么多年，他女儿是怎么过的？刚才又碰到刀疤脸来找麻烦，看来他家里一定也遇到了难事，偷偷的跟着女孩来到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城中村，一不留神女孩就消失在街道里。小伙子，你找谁？大爷，你认识李静文吗？李什么文？李静文。什么经文？李静文。李静什么？行，大爷，你歇着吧。好嘞。小伙子，你认识李静文了？老奶奶，你认识他吗？哎，静文这孩子命苦啊。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哎，死的死，疯的疯，哪还有什么人了？他家里有没别的亲戚？这么多年他是怎么生活的？他爷爷奶奶走得早，那边几乎没啥亲戚，倒是他母亲娘家这边还有人，有个外婆和舅舅。他小的时候就一直跟着他外婆生活，不过他舅舅是个不成器的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嗜赌如命。这些年来，不仅将自家的房子输了，还把静文他老子留给他的房子也输了。那他现在住的哪？静文外婆死后，他舅舅又嫌他麻烦，将他给赶了出来。现在静文住的是以前他们家的老房子。那他还在读书吗？在上学，读大一了，就在咱们金陵大学。听到老太太说李静文就在金陵大学读大一，二狗有些讶异。金陵大学是他曾经所在的学校，讶异过后，他便面露恍然。他既然是在金陵大学读大一，那必然是认识自己。半年前我在金陵大学可谓臭名远扬，没几个学生不知道的。恐怕他以为我也不是什么好人吧？看来以后得找机会照顾一下他，毕竟我现在的本事都是他老爸的研究成果。千雪，叔叔，我来晚了。我们也刚到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昨天说的玉石鉴定大师刘师傅。刘师傅你好。大会马上开始了，我们也进去吧。林大海将一切希望全都寄托在这场玉石交流会上，虽然还有20分钟才开始，但他已经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会场里面。哇，想不到竟然有这么多人。这次的玉石交流大会可不仅仅只是买卖玉石而已，还涉及到咱们金陵市玉石产业今后由谁来经营。今天这么多人，估计都是来看热闹的。现在金陵市玉石产业没有大商家吗？以前有，做垮了，目前没有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垮呢？你说怎么会垮？当然是被搞垮的。你老爸我也是这么被搞垮的。林大海的话让二狗和倩雪面面相觑，都不明所以。见两人还不明白，叹了口气，调整了一下心态，继续说道：你们俩没经商，对商界的事情不了解，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。咱们金陵的首饰业主要有3大集团在经营：一、赵氏集团经营钻石；二、梁氏集团经营珠宝；三、许氏集团经营玉石。林大海一边介绍本市的产业分布，一边带着大家往前走。还没走多久，就出现2个二狗熟悉的身影。陈二狗，你不去找工作，居然来看玉石了？怎么着，穷光蛋也学人家来赌石？会场哪条规定穷人不能赌石吗？会场是没有这条规定，不过这里的原石可不便宜，我担心你买得起吗？我买不买得起和你无关。陈二狗第一次来这种场合，好奇的用透视之眼看了看旁边摊位上的石头，发现第一块蒙头料里面居然还有部分玉石，于是向老板询问道：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 3000、5000，我买了。二狗正说要买这块石头，
吴志勇突然报出5000的价格，老板听了面色一喜。这位老板真愿意出5000？对，我出5000，不差钱。吴志勇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买石头啊，来这儿的都是要买原石的，怎么你们能买，我就不能买了？这位先生说的对，大家都是来买石头的，石头摆在这里，谁都可以买，价高者得。好你个吴志勇，喜欢装是吧？老子让你装个够。老板，这块怎么卖？这块也是2000，我出3000。吴志勇，你恶不恶心？我买块石头怎么恶心了？倒是有些人才恶心，明明是个穷鬼，还学人家来这里赌石。你倩雪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吴志勇，你有种把我看上的石头全买了。哟，本少爷可不差这点钱。行，我看你能买多少。二狗刚才已经用透视看了一遍这堆石头，专门挑没货的石头问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这块5000，我出6000。10几分钟过去，30几块石头，每块都被吴志勇以高出1000的价格买下，30多块石头，总价73万。吴少，他拿的全都是些蒙头料，没什么好东西，别冲动啊。刚开始围观的人还觉得吴志勇挺豪气，10几分钟过去后，众人都觉得他有些脑残了，就连跟在他身边的鉴定师傅也不得不开口劝阻。吴志勇也意识到，再买下去怕是要被陈二狗带偏了。他虽是富二代，但他们家也不算特别有钱，他这次来家里只给了200万而已。虽然这70多万还没花出去一半，但是买了一堆蒙头料。陈二狗也一直在观察着吴志勇的表情，见他皱眉，知道对方兜里的钱应该不多了。老板，这块石头怎么卖？这个有点贵，65万。老板，这块蒙头料你也敢卖65万？你们不懂，这可是块好石头，值这个价，放心，买了包赚。怎么不买了？花几十万买这么大块蒙头料，你真当我是傻子不成？玩不起就说玩不起，找这么多借口干嘛？你说我玩不起，那你买啊。我才不上你的当，你叫的这么嚣张，你买啊。这石头一看就没玉，傻子才买呢。这块石头看着就跟花岗岩似的，不会真有人花65万买吧？我可不像有些人玩不起又喜欢装。小云真是瞎了眼跟着你，你不敢买，我敢买。老板，这块石头我要了。学长，你可千万不要赌气啊，这可是65万啊。放心吧，我可不是赌气，我有把握能回本的。很快陈二狗和吴志勇都把各自挑选的石头钱付了，众人都喊着现场开。老板也好奇地问道：两位先生需要切开吗？当然要开，我这么多石头，即便全是蒙头料，总会有几块出玉的。我倒想看看你那块大料能开出什么好东西，不懂还学人家赌石，笑死人！你敢不敢现场切开？有何不敢？老板，先切我的第一块。老板也不墨迹，很快拿起切割机，手起刀落。哟，有水，蓝水种。卧槽，第一块石头就这么好，这钱也太好赚了吧！看来我今天运气很不错。对了，这块石头就是你一开始想买的那块吧？可惜啊，被我截胡了，哈哈哈，气不气？这明显带着挑衅意味的笑声尤为刺耳。林倩雪听了，俏脸寒霜，倒是二狗似全然没将这话听在耳中，脸上也带着淡淡的笑容。这块石头本是他想买的，里头有玉，他一点都不奇怪。呵呵，小场面，这点玉我还看不上。我看你能装到几时？老板继续切。很快，老板把吴志勇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切开，除了前面第一块出了一点玉，后面的30多个石头都是空的。老板也心中暗道不妙，当着这么多人切开这么多石头才出一点玉，脸上面子也挂不住。毕竟这些石头都是自己摊位上卖出去的，这传出去也不好听。当切到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，停了下来。先生，这是最后一块了，给我开！随着老板几刀下去，这块石头也被大卸8块，里面除了石头还是石头。吴志勇彻底傻眼了。呵呵，看来你的运气也不怎么好呀。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儿去？说不定比你好呢。我好歹还开出了一块玉，只怕你们什么都开不出来。70万虽然不少，但我亏得起，就是不知道你亏不亏得起啊？65万应该是你的全部身家了吧？我石头都还没切呢，你就断定我会亏？吴少放心，这块蒙头大料指定是开不出东西来的。我劝你还是别切了，免得自取其辱。老板，给我切！第一刀下去什么都没有，众人都死死盯着石头。虽然大家都不看好这块石头，但好歹也是花了65万。随着第二刀下去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吴志勇开心地笑了起来。老板，再切深一点。当第3刀切开的时候，众人都惊呼了起来。林大海和倩雪也紧张了起来。咦，有水了，真的有水！我勒个乖乖，这水头很足啊，这不是普通的水种吧？这是冰种。什么冰种？你仔细看看，透明度这么高，这分明是玻璃种。是玻璃种，有飘脆，这是极品玻璃种啊！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我这石头开不出东西吗？你不是说这石头一定开不出东西的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没想到啊。废物！看来有些人见不得别人好，见我们开出翡翠来，恼羞成怒了。我让你买，你死活不买；你让我买，我立马就买了。没想到竟然真的有玉，还是飘脆的极品玻璃种。可见听人劝，吃饱饭这话一点不假呀。真正有价值的不买，没价值的破石头买了一大堆，这人是怎么想的呀？不过走了狗屎运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小兄弟，你这块石头300万卖我可好？这可是块好料，你就出300万，未免有些黑心了吧？兄弟，我出500万，卖给我。两位老板不用着急，我还没切完呢，继续给我切。什么？你还要切？换另一面，继续切。众人都不理解，很少赌长之后还敢继续切的。
只有极有把握的大师，大多都是见好就收，毕竟几十万买的石头，转手就卖几百万，怎么也不亏。兄弟，您可想好，要是切垮了，可卖不了这么高的价钱，一刀穷，一刀富，一刀穿麻布，可不是说来吓人的。后果我很清楚，切吧。老板一刀一刀的切下去，头上的汗水也止不住的往外冒，这可是几百万啊！要是后面切不出好东西，就全毁。第5刀一切下去，直接就见种水，和之前一样的成色，没有裂纹。围观人群纷纷惊叹，而之前嚷着要买的2人，则是神情激动。兄弟，1500万我要了，我出2000万，我出2500万。我说2位你们怎么这么心急？我还没切完呢，等我切完你们再争。这么大块石头不可能只有这点玉，即便不能全切开，也总要多开几处窗口，让你们买得更放心。老板，前面给我切一刀。老板又是一刀下去，第3个切口也被切开，还是跟前面一样极品玻璃种。老板呆呆地看着自己65万卖出去的蒙头料，又被自己亲手切出来的极品玻璃种，顿时肠子都悔青了。几千万就这么眼睁睁地拱手相让，众人也惊呼了起来。没想到这么不起眼的一块蒙头料，居然切开全是极品玻璃种。这块石头我出6000万。梁少爷看中这块石头了，这下热闹了。他就是梁氏集团少东家梁天磊吧？是了，也只有这种公子哥才敢这么豪气。哎，梁少爷看中这石头了，看来别人是没戏了。怕他干什么？他能买，咱们就买不得。竞价啊！你知道什么？许家倒台之后，就赵家和梁家在争许家的玉石生意，最有希望接手的也就是这2家。虽然目前还不知道谁家会胜出，要是梁家胜出，以后金陵市的玉石产业便是他家说了算，咱们都得指着人家吃饭。你这会儿和他作对，就不怕他以后给你穿小鞋？这有什么好怕？左右我就是个看热闹的，我又不做玉石生意。那你输个球。先生，你的石头我出6000万买，考虑一下。 6000万低了，8000万你拿走。这块石头是挺不错，可8000万未免有些高了。这价格很良心，一点都不高。小子，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管他是谁，没有8000万，一切免谈。8000万，我买了。就这样，陈二狗用65买的蒙头料，转眼就卖了8000万，众人看的眼睛都冒金光。林大海看着二狗一块石头就这么多钱，心里直挠痒痒，于是也带着请来的玉石鉴定师傅去别的摊位找石头了。陈二狗和梁少交易也顺利完成，二狗拿着8000万的支票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不比呱呱踩来钱快多了。另一边，林大海在一个摊位上黑着脸看着地上的石头。刘师傅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这块石头稳赚不赔的吗？林老板，赌石哪有稳赚不赔的？我不过随口说说而已。赌石，本就是在赌，哪有只赢不输？话是这么说不错，可也不能总输啊。怎么就总输了？这不是买中了2个吗？林大海苦笑地看着手上的2块石头，价值加一起也超不过10万，买这2石头足足花了40万，就算能卖10万也还亏30万。林老板，你别急，这才多长时间？好石头是要找的，要是这么容易被人找到，那一个个赌石的不都成亿万富翁了？耐心点吧。爸，你们在这啊？我和学长找了你们好久，怎么样，开出好东西来了吗？哎，别说了，花了40万就这点玩意，亏惨了。叔叔，赌石就是运气，你也别灰心，到时候我帮你挑一块石头试试。小伙子，赌石可不是运气，这玩意没个几年的道行是看不懂的。你前面开那块石头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哼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学长65万开了8000万的玉，刘师傅你这么厉害，倒是开点东西出来让我们瞧瞧啊。谢学你瞎说啥？刘师傅可是我花重金请来的，刘师傅您别放心里去。来，我们继续挑石头。林大海生怕得罪了这位刘师傅，全身家当还剩30万，就指望刘大师给他翻身呢。林老板，这块石头是块好石头。哟，这位先生好眼力，我这块石头可是从缅甸运回来的高冰种翡翠，虽比不得玻璃种，但也是极稀有的，价值连城。是不是高冰种不好说，不过绝对是很不错的冰种。这块石头肯定能出好东西，毕竟开窗就这么明显了。我也不跟您报虚价，您要想买，80万拿走。林大海确实有些异动，可听到这价格却不禁犯难。他总共只有90万，前面开了几块石头花了60万，现在兜里只剩下30万了。老板，便宜点吧，75万拿走。刘师傅，这回您可看准了，不会再翻车吧？你放心，这次绝对错不了，这块石头不会亏。那个二狗小兄弟，你看叔叔我现在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先给我借一点，我把这块石头开了。爸，咱们之前跟学长借的10万块都没还呢，你这……叔叔，你既然都开口了，我当然得帮，但是这块石头我感觉不是很好。你知道什么？这石头里有冰种翡翠，我看错不了。我直觉这块石头开不出什么好东西。哼，小伙子，赌石可不是靠直觉。这块石头开窗这么明显，冰种错不了。如果这都开不出好东西，那什么能开？难道是这种蒙头料？刘师傅，你倒是说对了，你脚下那块蒙头料，我感觉就不错。叔叔，你要不买这块吧？整个一愣头青，啥都不懂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。你要是不想借钱就明说。林叔叔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您需要钱，我当然会借，只是不想看您吃亏而已。爸，我相信学长不是这个意思。要没这个意思，拿钱就完了，用不着说这么多废话。罢了，如果林叔叔执意要买，我现在就转钱给你。既然75万都花了，不如再添一点，买几块蒙头料，反正也不贵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用，我说过，这些蒙头料是开不出东西来的。你要买蒙头料，那就是不相信我。刘师傅说的有道理，就买那块开窗料够了，没必要浪费钱再买那些没有品质蒙头料了。老板，那块石头我要了，马上给你打款。陈二狗越看这个刘师傅越来火，
还什么鉴定师，简直就是装神弄鬼。他早就用透视之眼看过，这堆石头就那块蒙头料有货，可惜林大海不相信，执意要买那块75万的开窗料。倩雪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还没送过你东西，不如我送你一块石头如何？送我石头？这块石头我送给你吧，我瞧着挺不错的，搞不好有运呢。谢谢学长。先还赚了8000万呢，送人礼物就送块破石头。林老板，看来您女儿这同学也不是什么大方的人啊。送石头怎么了？我挺喜欢这石头的。二狗突兀的送林倩雪一块蒙头料，林大海也挺迷惑的。不过这会儿他可没心情管这些，他现在一门心思全在那块开窗料上，是血本无归还是血赚一笔，立马就能见分晓了。老板，切开，小心点，别切坏了。您放心，我这手稳着呢。一刀切下去，林大海开始心慌了。当第二刀切完后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刘师傅脸也绷不住了，但还是强撑着。没关系，应该在里头，继续切。可第3刀下去，依旧没东西。不单单是林大海慌了神，就连刘师傅脸上大汗直冒。他丫的，不会这么邪门吧？继续切。第4刀、第5刀切完后，还是什么都没有。石头已经不足一半了。谁都知道，这块石头想开出玉来，几乎无可能。奶奶的，直接中间来一刀。当一刀将石头切为2半，看到里面连点水头都没有，林大海张了张干涩的嘴巴，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。刘师傅，你不是说这石头一定能开出玉来？林老板，这我也没想到啊。罢了，也许是我命中有此一劫，和该亏这么多钱，怨不得谁。倩雪，是爸爸对不起你。本以为要是能赚上一笔钱，咱们家就能还了债务，可没想到。没关系的爸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叔叔，我送给倩雪的石头没开呢，既然你的石头开完了，把这块也开了吧。随后老板手起刀落，只见一抹绿色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有水，真的是冰种？怎么可能？继续开另一边。有水，这边也有水，也是冰种。女儿，这下咱们要发了。老兄，这石头卖不卖？我出1500万。我出1600万，1900万，卖给我。这家伙什么来头？总共就挑了2块石头，第一块是被我买下的极品玻璃种，现在这第2块又是价值不菲高冰种。少爷，他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？你真的以为这是运气？这小子该不会是哪个大师的弟子吧？我还真希望他是。许家垮了之后，玉石鉴定师都被赵家挖走了。赵伯修为了对付我们，特意从缅甸石王家族中找了个长眼师傅，我们得赶紧找个有实力的大师撑场才行了。陈二狗送给倩雪的石头，在一阵讨价还价之后，价格也涨到了2500万。就在众人都觉得不会有人再抬价时，我出3500万。梁少又来了，他今天很活跃啊。这块石头3500万已经没有利润了。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啊，这块高冰种翡翠确实很让我异动。陈先生又见面了。陈二狗好奇地看着梁天磊，前面开支票的时候知道了自己的名字，他为啥会远高于市面的价格来买这块石头呢？梁天磊也看出了二狗的疑惑。我观陈先生来这会场就买了2块石头，却都开出了上好的翡翠，先生这眼力真是非比寻常啊。听到对方的话，陈二狗警惕了起来。本以为这么大的会场这么多人，自己挑2块石头不会引人注意，没想到还是被盯上了。就是运气好而已，谈不上眼力。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陈先生既然运气这么好，有没有兴趣和在下合作？多谢梁少，在下才疏学浅，我们还有事就不耽误你时间了。陈先生，我知道您一定懂玉石，不求您能帮我看多少石头，只希望有需要的时候您能指点1、2。至于好处，您想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李明哲的死就像一根无形的绞绳，时刻勒在二狗的脖子上，不敢动弹。只买了2块石头，就已经引起梁天磊的注意。要是再跟他合作买更多的石头，注意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只怕赚了钱也没命花。我根本就不懂玉石，更不敢大言不惭的要什么好处。梁少爷，抱歉，叔叔，倩雪，我们走吧。二狗带着林大海和倩雪飞快的往前走，生怕梁天磊追上来。他很怕暴露自己透视的能力，这只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我说小兄弟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多人想巴结梁家都来不及呢，能和梁少爷拉上关系，那是天大的好事，你怎么给拒绝了？俗话说无功不受禄，我哪有那个本事给他看玉石啊？今天我也是运气好罢了，真拿运气去赌石，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今天还得多亏了你运气好，我才能翻身，有了这3500万，还债不用愁了。爸，这3500万我们可不能要，买石头的钱是学长出的，石头也是学长挑的，这笔钱得归学长所有才是。倩雪，那块石头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的，不管它值不值钱，都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现在你是拒绝我送你的礼物吗？可是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？3500万或许挺贵重，不过我们的友谊用金钱能衡量的吗？学长，这好了，你们俩也别推来推去的了，钱我先收着，等你们什么时候理清楚了，我再拿出来。哎呦喂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咱们学校的学生会陈会长吗？好久不见了，陈会长。陈二狗看到出现在眼前的男子，愤怒情绪从脑海中爆发出来，此人就是害得他身败名裂的赵伯修。学长，冷静点。哟，林学妹也在啊。哼，赵伯修，你来这干什么？呵，你这个问题真是有趣。此次玉石交流大会，我赵家是主办方之一，你说我来干什么？真是晦气。学长，我们走。难得在这里遇到学校的老朋友，这么着急干嘛？赵学长，好久不见了。看着二狗绅士的伸出手，赵伯修有些诧异，故意想看对方恼羞成怒的样子，没想到神情变化居然如此之大。确实好久不见。
你干什么？什么干什么？不是握手吗？你赵伯修怎么也想不到二狗的力气会那么大，差点将他骨头给捏碎，手上传来的疼痛让他恼怒不已。半年前你被学校踢出去，我还以为你一蹶不振了呢，现在看来精气神倒是不错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离开了学校，少了一些无耻之徒的阴谋算计，每天过得轻轻松松，这精气神还真好了不少。少爷，他们俩认识，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啊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这时，会场中间响起敲锣声，同时喇叭里也传来主持人的声音。各位，马上11点整，食王斩即将开始，请各位玉石爱好者们暂且放下手中的事宜，向中央展台靠拢。短短半年，你变化挺大，都说逆境能让人成长，看来这话确实不假。不过，逆境虽然可以让人成长，但人也不能总处在逆境中。第一次能过是运气，谁知道第二次还会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？不试试，谁知道呢？呵呵。赵公子，要不要我找人收拾他？一个跳梁小丑而已，跟他计较什么？哟，这不是赵大少吗？我还以为赵大少今天不敢来了呢，怎么这会儿才到？晚到了片刻，不过无妨，主角总是要最后才出场的嘛。你还真是给你阳光就灿烂啊，就你还主角？食王斩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怎么梁少身边就一个人，是不是请不起人啊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下，这位便是我从缅甸食王家族中请来的鉴定大师周先生。梁少你好。周先生你好，为了这次玉石交流会，想不到赵大少连食王家族的人都请了来，可真是下了血本啊。只要能得到精灵的玉石代理权，这点本钱不算什么。食王斩即将开始，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，别忘了我们的对赌协议。少爷，他们这摆明是在作弊，这次食王斩的石头全部都是那个周先生家族提供的，他们对自家的石头肯定是了如指掌啊。没关系，既然要赌，那就豁出去了。对赌协议顶多就是输点钱，只是玉石代理权与我梁家可能无缘了。这次玉石斩主要的目的就是选出金陵市新的玉石代理权，能竞争的就只有赵家和梁家，梁天磊和赵伯修分别为两家的代理人。两人也为此次展会签了一个对赌协议。食王斩上原石开出来后，总价值低的一方要为高的一方全额支付购买石头的费用。我们也过去看看吧，很好奇食王斩上的石头到底值多少钱。今天金陵市玉石会展非常热闹，所有的玉石爱好者齐聚一堂，见证本市玉石的独家代理权花落谁家。此次展会乃是由南海商会发起，赵氏集团和梁氏集团共同参与，旨在促进金陵市玉石交流。这次参展的15块翡翠，皆是购买自缅甸食王家族，每一块都可称极品。梁氏集团和赵氏集团将会进行一场鉴识比赛，一共15块翡翠，双方各自派出5名鉴识师傅，挑选出的石头会当场切开，由南海商会的玉石鉴定师评定哪块石头的价值更高。那么，到底是梁氏集团胜还是赵氏集团胜呢？现在就请两家的鉴识师傅们上台，开始鉴定石头吧。孙师傅，这第一局你去吧。承蒙公子看得起，那老夫就来打头阵。张师傅，第一局有劳您了。一共15块石头，每块石头旁边都有一个标识牌，上面标注着石头的号数、重量以及价格。最贵的15号标注价格是2.5亿，最便宜的1号标注价格是8600万，是块蒙头料，也是这15块石头中唯一一块蒙头料。二狗好奇之下，特意用透视去看了看，只看一眼他就吓了一跳。这场食王斩很有意思啊，居然放了一块真的石头进去，不知道哪个倒霉蛋买去。我选这块。赵氏集团的孙师傅选定的9号石头，价值1亿5千万，总重85斤。我选这块吧。梁氏集团的张师傅选定的11号石头，价值1亿6千万，总重106斤。既然两位师傅都已经选好了，接下来到了激动人心的环节，有请切石师傅。两位切割师傅已经就位，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两位师傅同时开始切割。咦，有了，还是黄翡。11号石头一刀下去，就露出了翡翠的水头。张师傅和梁天磊见状面露兴奋之色，随后师傅又一刀下去切开了另一面，也是同样的黄翡。梁天磊兴奋异常，他还以为第一局很难赢，现在看来似乎很有希望。切割师傅随后又往前面切了一刀，有裂纹。第11号切出裂纹了，完了，价值大打折扣啊！快看9号石头出水了，冰种，不对，这是玻璃种。就在张师傅的翡翠切出裂纹的时候，另一边孙师傅的翡翠竟开出了玻璃种。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激动的惊叫起来。看来这局赵家要赢了，玻璃种可比黄翡的价值高多了。是啊，而且黄翡还切出了裂纹。两块石头继续切，很快就有了结果。11号原石开出47斤黄翡，总价值1亿8千万。9号原石开出5斤冰种金丝翡翠，31斤玻璃种翡翠，总价2亿1500万。第一局赵氏集团胜。梁少在下无能，不怪你，我相信张师傅已然尽力。孙师傅果然不愧是曾经许氏集团的首席鉴识师，厉害。公子谬赞了。比赛规则，已经上过台的鉴识师不得再次上台。第二局，杨师傅你上吧。王师傅有劳了。杨师傅似乎早有准备，上台后并没有耽搁太长时间，便选中了13号石头，而王师傅足足花了10几分钟才挑选了第5号。很快石头被切开，13号石头2亿1千万买的，开出的玉石价值1亿5千万；5号原石1亿1千万买的，
开出价值1亿4500万。第二局还是赵家胜，亏了不要紧，只要咱们赢了这比赛，反正这些玉石的费用都会有梁少替我们支付的。第二局结束，第三局很快开始，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，依旧是赵氏集团胜出。赵氏集团的石头价值1亿2000万，而梁氏集团的价值只有7000万。赵氏集团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。看来这梁氏集团不行啊，都已经输3局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输的也太难看了。想不到赵氏集团的剑石师们这么厉害。是啊，听说赵氏集团还请了个石王家族的人，还没出手呢，梁氏集团看样子是赢不了喽。就在梁天磊正烦躁不堪的时候，忽然一张纸条落在了他的脚下，只见纸条上写着一个7，回头陈二狗就站在不远处盯着他，并微微的点了一下头。这是他扔的，他想提醒我买7号石头。梁天磊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为什么先前邀请他合作的时候拒绝了，现在眼看要输了反而来提醒？难道他真的跟赵伯修有过节，不想让赵家赢？反正也是输定了，还不如赌一把，死马当活马医。我选14号。我勒个去！听到自己鉴定师傅发话选定了石头，梁天磊大脑发懵，差点气得3尸暴跳。刚下决定相信陈二狗选择7号石头，还没来得及提醒师傅，结果鉴定师傅就选定了14号石头，就晚了几秒钟。比赛规则：一旦选定原石，不得更换。少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此时赵家的李师傅也选好了石头，我选6号。听到李师傅的选择，梁天磊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没选7号，还好没选7号，这才第4局，还有1局，还有机会。14号原石开出35斤纯净玻璃种翡翠，价值1亿5000万。6号原石开出玻璃种金丝3斤，飘翠玻璃种19斤，价值1亿8000万。这一局赵氏集团的李师傅获胜。果然又是赵家胜，看来今天赵家赢面稳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连赢4局，赵家还有那位石王家族的周先生压轴。第5局开始，双方请派师傅上台吧。最后一局我上。我去，我没听错吧？梁大少要亲自上？什么情况？他也懂鉴定原石？你觉得他会懂吗？估计是破罐子破摔了吧。梁少要亲自上台，你是不是输傻了？反正也没什么赢面了，上去玩玩。周先生，这最后一局就劳烦你了。就在梁天磊往展台上走的时候，台下的周师傅却突然大喊道：我选7号。梁天磊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刚上台就迫不及待的想喊出这句话，可是他还没喊呢，台下的周师傅先喊了出来。赵氏集团的周先生选择7号原石。他买7号，可他都还没上台啊。杨公子，看石头只是鉴定过程，比赛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看，若是您不想看，也可以随意选择一块。他都还没上台就选定了，这不公平。梁少，比赛可没有规定必须要上台才能开始挑选。周先生眼力过人，他在台下就已经看好了石头，无需上台查看就能直接选定，有问题吗？梁少，周先生并没有犯规，请您继续挑选石头。梁天磊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石王家族的人也选了7号石头，刚才还怀疑陈二狗的实力，可现在来自石王家族的周先生都同样选择了7号，显然那块石头很有价值。可是这会儿相信了又有什么用？石头已经被别人买走了，还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。想想煮熟的鸭子被自己眼睁睁看着飞走，他差点一口气提不上来，当场休克。梁天磊歉意的看了看陈二狗的方向，二狗也在看着他，并大喊道：喂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？不买就赶紧下来，我看中了2号，让我上去买。他的声音突然在人群中炸响，把不少人都吓了一跳，大家都像看二逼一样看着他。看什么看？不是说了2大集团比赛完，剩下的石头我们也可以买吗？他在这上头磨磨唧唧的，耽搁我买2号原石，我实在忍不了了。二狗愤怒的大喊大叫，好像是梁天磊断了他财路一样。众人听了都不由得佩服这傻小子的勇气，敢这样当众得罪梁少。然而梁天磊却不然。难道他是在提醒我买2号？梁天磊犹豫了一下，下定决心还是相信陈二狗，反正都赢不了，不如就赌一把。梁天磊，听到了吗？有人催你快点呢，你在上头琢磨了半天也没个结果，就别耽搁大家时间了，不买就赶紧下来吧。哼，好你个家伙，敢催本少爷！你想买2号是吧？我偏不给你，2号石头我要了。听到梁天磊的决定，赵伯修笑得很欢，他知道梁天磊这是黔驴技穷啊，看了半天也没选，现在被人催得不耐烦，就随便选了一块2号，看着是块不错的料子，但也没什么突出的地方。所有人都在摇头。梁公子真的决定选2号，不再考虑一下？没什么好考虑的了，我就买2号。他们的敢跟我作对，他想要买2号，老子偏不给。梁氏集团梁公子选择2号，2块石头选好，接下来重头戏来了，有请切石师傅。7号石头第一刀切下去，所有人都以为会是冰种或者玻璃种，可谁知道这一刀下去竟没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窗口处的冰种金丝直接被切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石头80多斤，第一刀切了足足20斤，竟没有货。难道就是窗口处有玉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？从这里再切。看到里面只是石头，石王传人似乎一点都不意外，指了指让师傅继续切。看他气定神闲的样子，似成竹在胸，台下的聒噪声也都跟着变小，一个个目不转睛的继续盯着石头。切石师傅第2刀下去，这一切顿时引起一片哗然。有玉是玻璃种，不对，是飘翠的玻璃种。我去了个去，这么多绿，极品啊！厉害啊，我还以为这就是块冰种金丝呢，没想到里头竟有断层。
不愧是石王传人，连断层都能看出来。我都多少年没看到这样的石头了，这可是团块绿。赵氏集团的周先生开出了冰种金丝翡翠5斤，团块绿玻璃种7斤，总价值4亿1000万。当主持人宣布出7号原石的价值，场中又是一片惊呼声。毫无疑问，7号原石是今天这场比赛中价值最高的。听到4亿1000万的价格，梁天磊面皮不自觉地跳了跳。他看了看自己挑选的2号石头，心里着实静不下来。这块石头并不大，只有50斤，开窗处是飘翠的玻璃种，虽然看着还不错，可毕竟太小了。就算全都是飘翠的玻璃种，那也不值5亿多。梁公子，该您了。梁天磊让师傅随便切，因为他也拿不定主意。第一刀下去，里面是飘翠的玻璃种；第二刀下去，还是一样。这块石头看着也不错。没听主持人说吗？台上的石头全是价值连城的石王，哪块能差？不过就算不差，这切出来也赢不了。一群人看着梁天磊的石头，一边纷纷议论道。听着这些议论，梁天磊心里更加不是滋味。将整块石头切完，足足花了20多分钟。2号原石开出29斤飘翠的玻璃种翡翠，价值2亿4千万。这块石头的成本价是1亿，开出来后赚了1亿4千万，这是好事。可梁天磊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并没有奇迹发生，他输了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陈二狗确实眼力过人，可台上根本就没有比7号更好的石头，他就是再有眼力，也帮不了自己。让自己买2号，估计也是想让自己少亏一些吧。梁天磊如此想着，向台下的二狗投去感激的目光，想谢谢他帮助自己。可目光刚落到二狗身上，他就愣住了。二狗正在朝他比划了一个手势，什么意思？他是让我继续开？梁天磊疑惑地转头看了看自己的石头，这都全切出来了，还要怎么切？赵氏集团开出的玉石总价为10亿7500万，而梁氏集团开出的玉石总价为7亿8500万。赵氏集团玉石总价更高，所以我宣布此次比赛赵氏集团。慢着，别着急宣布，我还没开完呢。梁公子，这石头不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切出来了吗？谁说的？我还要开呢。梁天磊，你的石头明明已经切出来了，还切什么？你不是输不起吧？马上就要宣布自己获胜了，梁天磊却还来这一套。赵伯修觉得他的行径就跟个小孩子一样，着实让人心烦。我自己的石头，我爱怎么切怎么切，你管得着吗？给我继续切，还切？梁公子，这已经是……快点的，别磨叽，切垮了是我的，你怕个啥？切割师傅手心都在冒汗，这毕竟是2亿多石头，就这么要被自己亲手毁了。败家子暴殄天物啊！梁少这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怕是输红了眼，有些神志不清了。看着切割师傅真的将玻璃种翡翠给切了下去，一群围观的玉石商皆是痛心疾首。他们见过无数切石头的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直接切玉石的，还是飘翠的玻璃种，价值2亿多，这一刀就是几百万。玉石越大，能做的成品就越大，价值就越高。本来一块挺大的玉石，这一刀切下来，就算不切碎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。我自己的东西，老子都不心疼，你们心疼个球！梁天磊一边想着一边安慰自己，毕竟2亿多的玉石切碎了还是有点难受。然后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石头，他很好奇陈二狗为什么还要他继续切，难道里头还有别的东西？咦，好像有东西了。梁天磊一直盯着石头，本来都准备接受命运了，当看到一刀下去露出了新的颜色，愣了一会后就止不住的仰天大笑。梁天磊的笑声传遍了整个会场，所有人都惊愕地看着他。就在众人都以为梁天磊是不是受不了打击得了失心疯的时候，师傅已将石头彻底切了出来。所有疑惑的目光在看到这一刀的切面后，都变成了难以置信，而赵伯修更是一脸震惊。我操无情！赵伯修，你不是说要看我能切出什么东西来吗？现在你看清楚了吗？赵伯修当然看到了，不仅是他，会场中的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个切面的东西，那是一团绿，确切的说，不是一团，而是一坨，比拳头还大的一坨。这么大一坨绿，虽然还是玻璃种，但它有个无比霸气的名字——帝王绿。老天，我没看错吧？这真的是帝王绿！我操了个超啊！这辈子都没见过帝王绿，今天终于开眼界了。如果说团块绿已经是顶级的翡翠，那帝王绿则是顶级中的顶级。整个精灵玉石界多少年没出过帝王绿了，以至于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而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赵伯修。赵伯修只以为梁天磊不服输想耍无赖，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开出帝王绿来。然不多，可是帝王绿哪怕只有一个拇指大小，那都是价值连城的存在，何况看这绿的面积比拇指可大多了。梁公子开出了极品帝王绿，总重3.5斤，至于价值还在计算中，请各位看官大老爷稍等一下。由于帝王绿翡翠已很久没在市面上流通，准确价值无法计算，只得估算其价值，暂定为9亿。主持人终于宣布了价格，这个价格让得会场中所有人都惊叹不已。一方面惊叹帝王绿价格之高，另一方面也惊叹原本注定惨败的梁家竟然反败为胜。赵伯修，你不是说我输定了吗？现在如何？在下无能，辜负赵公子厚望了。他原以为7号应该是台上最好的石头了，可谁知道2号里竟有帝王绿存在。这一点别说是他看不出来，就是他家中的长辈来了也看不出来。玉中玉，实属世所罕见。他很好奇梁天磊是怎么这么确信2号能开出帝王绿的，竟不惜将飘翠玻璃种都给切了，还切得那么果决。如此想着，他不禁将目光看向了二狗。
他记得最先说要买2号原石的就是此人。赵氏集团玉石总价10亿7500万，梁氏集团玉石总价14亿4500万。我宣布，这场比赛梁氏集团获胜。现在我赢了，赵伯修，咱们的对赌你可别忘了。赵伯修输了比赛，面色已然难看到极点。听到对赌协议，想到还要为梁天磊支付价值数亿的购石费用，他真的想吐血。关键是梁天磊的这些话是他之前说过的，此刻听在耳中，脸上有种火辣辣的感觉。哼，希望你一直这么好运气，我们走。哎，我说小兄弟啊，你说你什么好？看中了2号原石，你倒是别嚷嚷，你这一嚷嚷，这下好了吧？被人给买走了。哎，9亿啊！天了，就这么没了。眼见2号原石竟然开出了帝王绿翡翠，林大海先是震惊不已，随即便连连叹气，埋怨的看着二狗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其实我也没想到里面会有这么好的翡翠，当时就是随口说说而已，谁知道他真买了。哎，还真是验证了那句话，瞎猫还真能碰见死耗子。好了吧，没买到就没买到，之前买中了3500万还不满足吗？满足是满足，可这么多钱与咱们擦肩而过，真的很让人扎心呢。好了，想说我和这块石头无缘，如今后悔也没什么用，石王斩结束，没什么看头了，咱们还是快点回家吧。虽然刚才你只是随口说说，可2号里却真有好东西。再一看你先前买的2块石头都开出了好翡翠，可见你今天运气很好啊。这个时候走是不是有点可惜了？反正大会还没结束，要不咱们乘胜追击，再买几块石头试试。爸，见好就收你不知道吗？别这么贪心行不行？二狗听了正要附和林倩雪，忽然他看到身旁站着一个有些面熟的男人，这不是先前跟着吴志勇的那个剑石师傅吗？他在自己旁边干什么？扫视了一下周围，看到不远处的人群中，吴志勇和韩燕云正眼巴巴地望着这边，见到二狗的目光，他们赶忙扭头。这两人扭头虽快，可却没逃过二狗的眼睛。先前他还疑惑，可看到这一幕后，却像是明白了什么。居然派人来偷听我们说话，好你个吴志勇，本想让你花个几十万买个教训就够了，没想到你还不死心。既然这样，只好给你送个大礼了。吴少，打听到了，是1号。你当真听清楚了？听得千真万确，就是1号。那小子说1号里的翡翠可能比2号还贵。好，那咱们就买1号。走，我们快点过去，要不然1号被他买走了。第一次二狗买到好翡翠，他觉得对方是运气好，可当第2次买到价值连城的翡翠时，他就觉得有蹊跷了。第3次想买2号，而2号开出帝王绿后，他几乎可以彻底的相信二狗买中好翡翠和运气无关，他必是有什么特殊手段。当确定这个猜想后，他立马便派出了自己请来鉴识的杨师傅前去打探。本以为杨师傅可能打探不到什么，没想到竟带回来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。二狗看好1号，那1号必然是价值连城的翡翠。他说1号的价值可能比2号还高，2号帝王绿已经值9亿天价了，比这还高，那不是10几亿？吴志勇越想越激动。勇哥，你真的要去买1号？万一亏了怎么办？要是我自己去挑石头，说不定会亏，可二狗挑的石头还能亏吗？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不是我想相信他，我不得不相信啊！你看看他之前买的石头，哪一块没出翡翠？再看看他挑选的2号，梁家大少爷必败之举，就因为跟他赌气买了2号，竟然直接就赢了比赛。可万一他提前发现了，想故意整我们怎么办？韩燕云好歹也做了二狗半年的女朋友，对方性格多少有些了解，觉得他不会那么容易给人做嫁衣。吴志勇听了这话，顿时警惕起来，也担心这样的事发生。他看了杨师傅一眼，吴少放心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察觉，那番话是我无意中听到的。恭喜这位先生开出了紫水中翡翠，这块料子不错，我出70万，我出80万，卖给我。正当吴志勇在犹豫的时候，不远处一个小摊位上传来热闹的竞价声。吴志勇循声望去，只见二狗的手上正托着一个棒球大小的紫水中翡翠，这是他刚花了1000块钱买的蒙头料里开出来的。你不是说他看中了1号吗？怎么还在那些摊位上买原石？他的那块石头只卖了8000万，而1号石头要8600万。之前听他说钱不够，想再开几块石头凑钱。吴少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小子确实古怪。你看看他一出手就是紫水种，他买了这么多块石头，一直都没亏过。他说1号原石好，那一定是好。快下决定吧，要是等他凑够了钱，咱们就没机会了。要说吴志勇先前还有些犹豫的话，此刻见到二狗又开出好翡翠来，再一听杨师傅的催促，他一点都不犹豫了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好，买，我们现在就过去买。勇哥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下？好了，别再说了，你懂什么？等你男人赚了大钱，你就等着享受吧。吴志勇瞪韩燕云一眼，嘴上虽说着让韩燕云享受，可他心里却想着自己真要大赚一笔，那第一时间就是换掉这个女人。当初和他在一起纯粹是为了打击陈二狗。如此想着，吴志勇不再理会韩燕云，急忙打电话给他老爸，说了半晌，才终于把他老爹说动。主要是他老爹看到狮王斩的新闻，得知儿子要买的石头正是这批石头中的一个，而这批石头又全是从狮王家族买来的，每一块都价值连城，他也想搏一搏。8000多万虽然有些吃力，但把部分不动产抵押还是可以拿出来的。你先买吧，等会儿把钱给你打过去。仔细一点，要是亏了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。从刚才的比赛来看，这台上的石头每一块都能开出极品翡翠，价值连城，确实当得起狮王的称号。可虽然如此，但他们的价格也贵，光是这价格就将很多人都拒之门外，更别说那些还担心亏本的人了。
所以虽然感兴趣的人很多，但在台上看了这么久，说要买的却是一个都没有。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我买1号。吴志勇跑上台，都没来得及仔细看看1号石头长什么模样，就大声喊道。他的话把所有人都给镇住了。台上的玉石商们面面相觑，又打量了一番吴志勇，皆是面露疑惑。这块就是1号吧？我买了。不理会周围人异样的目光，吴志勇走到1号石头前，用手压着他，好像生怕被人抢了一样。哈哈哈，陈二狗，你是想来买1号原石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被我买了。吴志勇，这块石头看着不怎么样啊，你可要慎重。你他丫的少唬我！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块好石头？你想让我放弃，然后你来买？哼，门都没有！我可没这个意思，这块石头看着没什么价值，我也不会买。来人，给我把这石头开出来！先生，您真的要买这块石头？当然是真的了，谁没事闲得慌逗你玩啊？赶紧给我开出来！主持人之前得到了消息，这1号是货真价实的石头，只用做比赛，比赛完毕就收回来，不要卖出去。他本想将这事告诉吴志勇，可没想到吴志勇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竟敢对他大呼小叫。作为南海商会派来参与玉石交流的代表之一，连梁天磊和赵不修都不敢对自己不敬，这算个什么玩意儿？我说你是聋了还是怎么的？我叫你开呀！听到这声呵斥，原本心里还有一丝善念的主持人彻底摒弃了那一丝善念。有些人你真的不能对他好。行，既然这位先生坚持要买1号原石，那就开吧。我被一个疯老头扎了一针，拥有了透视的能力，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吴志勇还以为捡到宝了，抓住1号石头就不放。既然这位先生执意要买1号石头，那就给他开吧。第一刀下去什么都没有，不过吴志勇一点都不着急，他相信好东西肯定都在内部。又让切割师傅来第2刀、第3刀，依旧什么都没有。怎么会呢？难道在后半部分？总共就40斤的石头，这3刀下去已经切掉一半了。吴志勇不信邪，让切割师傅切后半部分，连续又切了几刀，石头越来越小，内部却什么都没有。吴志勇的心也慢慢的沉到了谷底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杨师傅，你不是说1号石头比2号还珍贵吗？吴少，这哪是我说的呀？这分明是……听了他的话，吴志勇再一看陈二狗，只见其平淡的面色中蕴含着几分笑意，他才察觉自己被二狗给骗了。王八蛋陈二狗，你骗我！这人没毛病吧？上来就说要买1号原石，人家劝他慎重，自个儿非要买，结果现在亏了，竟怪别人骗他。这怕不是个疯子吧？见他胜券在握的要买1号原石，给我整的都紧张了。吴志勇，我早就叫你慎重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陈二狗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，当然这只是他装的，他早就用透视之眼看过了，1号石头就是货真价实的真石头。老子嘎了你！拦住他！见这人赌石输了，既然想抱起伤人，几个保安迅速把他抬了出去。哼，敢在玉石交流会上闹事，通知帽子叔叔让他们来处理。放开我，你个王八蛋，你骗我！小子，你这招狠呢！爸，你还同情他？这个人坏透了。陈先生，有劳杨师傅了，这块翡翠在这里可以卖到100万。多谢先生。毫无疑问，二狗和杨师傅达成了一笔交易，就是诱导吴志勇。看着杨师傅屁颠颠离开，二狗第一次感受到了有钱的好处。不管你的敌人是谁，只要你肯拿出足够的筹码，就有无数人愿意供你驱策。先生，总算是找到您了，这是我家少爷送给您的礼物。什么礼物？什么？333，3个小目标。这是少爷的一点小小心意，还望先生笑纳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先生不肯接受这钱也罢了，我家公子在2楼会客室，希望能请您上楼一叙。我和你家公子不熟，没必要叙，我们走吧。说完就带着林大海父女快速的朝会场外走去。他现在对未来的局势不明确，还不是跟这些大势力扯上关系的时候。再说今天也是为了坑赵不修一把，倒是顺带帮了梁天磊一个大忙。你说什么？有人在帮他？赵公子，我敢确定有高人在帮他。谁在帮他？那人的眼力竟然和你一般，说不定还在我之上，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最先喊买2号的人。喊2号的人，难道是陈二狗？不可能，我很了解他，他绝对没这个本事。世事无绝对，赵公子不应如此武断。不会是他，但不排除有人借他之口来帮梁天磊。此事先不说了，我会让人去调查的。幼仪，你怎么来了？杨幼仪，杨氏集团董事长的千金，赵伯修的未婚妻。有趣的是，半年前她还是陈二狗的女朋友。赵伯修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去你家吃饭了？我以为你会答应的，我都和我爸妈说好了。杨幼仪向来最讨厌别人擅作主张，见到赵伯修脸上的笑容，她怒气更甚。我没空，不去。见他拒绝的这么利落，赵伯修眼中闪过一抹恼怒，但并没有发作，继续笑着道：“刚才我碰见陈二狗了。”听到赵伯修的话，杨幼仪立马紧紧盯着他，俏脸上浮现的是紧张的表情。我可没对他怎么样，这样最好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。我当然不会忘记答应过你的事，但我希望你也别忘了对我的承诺。杨幼仪微微一怔，她的眼中有几分不甘，足足沉默了半晌，做出一个十分不情愿的决定。晚上的聚餐我会去的。已经是下午了，现在去正好，走吧。走出会场的陈二狗刚好看到这一幕，他和杨幼仪有半年没见了，看到此景心里并没有泛起什么波澜，如果非要说有的话，就只是恨。对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他有着不亚于对赵伯修的恨意，而这股恨意正在逐渐转化为报复的动力。学长，我没事，
时候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梁少，陈先生已经走了。走了？陈先生不承认他帮了你，支票他不收，还说和您不熟，没必要续。你个混球！就算你请不动他，能留住他等我下来也好啊。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他要走我也没办法。给你半天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给我找到他在哪里。陈二狗和林大海分开后，到银行兑换了8000万的支票，取了10万的现金，来到了疯老头女儿李静雯住的地方。李明哲是二狗的恩人，恩人之女日子过得那样凄惨，他得想办法帮帮她。何况如今还赚了几千万，想来想去都没有好的方法如何帮助李静雯。他决定先试试最直接的方法，偷偷给钱，趁着周围没人，将装钱的袋子从破洞的窗户处放了进去。放好钱之后，就在远处等。半小时后，看到李静雯回来了，只见她进屋后没一会儿便神色疑惑地打开门，出来四处望了望，看来看去像是没找到答案。他拿起电话拨打了报警电话，不一会一名穿着制服的帽子叔叔走来，跟着李静雯进屋，没一会儿便提着自己装钱的袋子出来，临走时还和李静雯交代了什么。哎，这女孩太善良了，给她钱她都不要。一边想着正要离开，却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中年男人火急火燎地直奔李静雯家。舅舅，钱呢？什么钱？你还跟我装？刚才你报警了，说家里突然有10万，钱哪去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问你钱呢？我给警察了。混账！谁让你给警察的？那钱来的不明不白，当然要交给警察了。你赶紧去给我拿回来，就说那笔钱是你的。要拿你自己去拿吧。行啊，翅膀硬了，你忘了小时候我是怎么供你吃供你穿的了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有供过我吃穿吗？那都是外婆供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去不去拿钱？不去。死丫头，反了你！住手！你特么谁啊？我是嫩爹，赶紧滚！好啊，李静雯，你果然是长本事了，竟敢联合外人来欺负舅舅。你这种人也配当舅舅？哼，你给我等着！李静雯好奇地看了看二狗，想了想也不知道说啥。那个，我正好路过，没想到你舅舅还会打你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我可以到你家喝杯水吗？可以，进来吧。二狗跟着李静雯进了屋，房间里布置很简单。二狗用透视之眼在房间里看了看，发现台灯里有一个隐形摄像头。坐吧。你应该认识我对吧？半年前听说过你在学校的事。放心，我不是坏人，那件事我是受害者。谢谢你，今天又帮了我。也是真好碰见了。你舅舅经常找你麻烦吗？差不多吧。你不好奇他怎么知道你房间里发生的事吗？比如刚才你报警说家里有10万块钱，你舅舅立马就知道了。我也纳闷他是怎么知道的。因为你房间里有摄像头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就是这个。李静雯面色大变，骇然地看着二狗手上的东西，难怪他舅舅那么快就知道自己屋子发生的事情，只感觉心中一阵恶寒。他原本以为自己的舅舅只是好逸恶劳，没想到他竟如此畜生。要不要报警？算了，反正他也没拍到什么，我就晚上回来睡觉，洗漱更换衣物都是在学校。他之所以说算了，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，而是因为自己舅妈体弱多病，还有一个表弟在读小学，他们一家都要靠那个舅舅撑着。如果真的报警把他抓了，舅妈和表弟谁来照顾？好吧，这是你的事，你决定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二狗快速走出房间，强压着心中的怒火。恩人之女竟过得如此凄惨。房间门关上，不一会里面传来女孩哭泣的声音。二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帮助李静雯，让她彻彻底底脱离这个畜生舅舅，过上好日子。这丫头不会接受平白无故的帮助，得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行。你妹妹在我手里，滨海路48号，半个小时之内到这儿来见我。你敢报警，后果自负。挂断电话后，二狗冷汗直冒，脸上有着急有疑惑，更有怒火和恐惧。他不知道打电话给他的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对方抓严小蕊的目的是什么，因此他才感觉到恐惧。难道是被杀李明哲的人找上了？叫自己过去，会不会是想把自己灭口？如果自己不是他的对手怎么办？想起李明哲的死，想到对方可能也是拥有一身超能力的人物，甚至可能比自己更强，二狗不知道自己的退路在哪里。严小蕊在对方手上，哪怕知道自己去了必死无疑，他也必须得去。如果能全身而退，自然是最好；如果不能，那就竭尽全力救下严小蕊，然后再和对方拼命。你就是陈二狗？对，我妹妹呢？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？我妹妹在哪里？我看你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二狗先前还挺紧张，担心绑架严小蕊的是杀李明哲的幕后黑手，可是在看到这人之后，他便打消了心中所有的顾虑。这人他认识，叫张顺，严小蕊学校附近有名的混子，专收学生保护费。我他妈的管你是谁，赶紧把我妹妹放出来。哟呵，你他丫搞不清楚局势啊，看来不给你一点颜色，你是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花儿有多红？你奶奶的腿，竟敢打我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给老子揍他丫的！他们都是街头的小混混，论起打架还是有几分实力的，不过这几分实力在二狗眼中等同于小孩子过家家。我再问一遍，我妹妹呢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人带出来！哥，小蕊你没事吧？哥，我没事。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是我，赵欣然。想不到严小蕊的草包哥哥还有这种身手。赵欣然，你之前栽赃我哥哥也没对你怎么样，你现在这么做太过分了吧？他没对我怎么样，那是他不敢，等会儿还有更过分的呢。我给你一个选择，跪下来向我道个歉，再自断一臂，我就让你们兄妹安然无恙的离开。我们能不能离开这儿？你说了可不算。赶紧叫人来。哟，还叫人呢？郭怀义，你来干什么？
梁少，这位先生是我朋友。梁少，是我瞎了狗眼，不知他是你朋友。无妨，不知者不罪嘛。梁天磊正愁找不到接近陈二狗的理由，正好手下的人打听到有人绑架他妹妹，这就立即带人赶了过来。陈先生，你们没事吧？这点小喽啰还难不倒我？你是赵伯修的堂妹。哼，张顺你答应帮我，现在又临时变卦，真是不要脸。赵小姐，事先我可不知道这人是梁少的朋友，要是知道这事我必不会接的。接了没办成是我的问题，钱我会分文不动的退还给你。陈二狗，你最好嘎了我，不然下次我再绑架严小蕊，必不会给你救他的机会。是吗？那就嘎了你。别嘎我。还有什么手段你都可以使出来，不然搞不好哪天就没机会了。陈二狗丢下一句话，就带着严小蕊走了。看到二狗离开的背影，赵欣然还在震惊中没有回过神来。他清楚地看到了二狗眼中的杀意，就像是一柄利刃直刺向他的心脏，使得他不得不怀疑，如果刚才只有他们两人，对方会不会真的嘎了他？想着这些，他才感觉一阵后怕。陈先生，我想找你聊聊。刚才的事多谢了。即便梁天磊不来，二狗也有自信安然无恙的离开。可要是那样的话，赵欣然报仇不成，还必定会再来纠缠他。梁天磊的出现为他杜绝了后患，至少张顺、小混混这些人是不敢再找他麻烦的。先生今日帮了我大忙，此事与之相比不足为道。我知道你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，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我不会帮你做事的。先生这话偏激了，我是想请你与我共事。不管是做事还是共事，我都不会答应。今天帮你只是凑巧。先生有点事成金的本领，对钱可能不感兴趣，可若是我的条件是和你联手对付赵伯修呢？你调查我？先生别生气，我想找你，少不得要打听一番。不过我可以发誓，对你的私生活我绝没有过多的调查。梁天磊太想找到陈二狗了，一下午的时间他查到的并不多，但也知道了一些重要信息。陈二狗和赵伯修是校友，二人之间有矛盾，后来陈二狗被误会犯事遭到学校开除。陈先生，我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和赵伯修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但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你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极大可能是他的手笔。赵伯修是你的敌人，也是我的对手，咱们联手对付他，在互利共赢的同时还能报仇雪恨，岂不快哉？陈二狗若有所思地看着梁天磊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，想要对付赵伯修，没有一定的势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。我梁氏集团虽然斗不垮赵氏集团，可赵氏集团那些鬼魅伎俩却动不得我们分毫。若先生肯加入我们，梁氏集团就是你坚固的后盾。看着陈二狗犹豫不决，梁天磊继续说道：先生若是愿意加入梁氏集团，你长眼过的原石，但凡开出玉来，你可分得30%利润。除此之外，再给先生梁氏集团1%的股份，以显示我的诚意。梁少的诚意我已懂，此事容我考虑几天，等我想好了再联系你。二狗仔细地权衡了和梁天磊合作的利弊，他一个独行侠肯定是无法对抗赵伯修，加入梁氏集团无疑是当下最好的选择。最起码赵欣然不敢再找严小蕊麻烦。哥，刚才那个人是谁呀？一个朋友。我看先前那些小混混都挺怕他的。看来今天的事儿没吓着你啊，还有心思问东问西的。有什么好吓人的？你这不都来救我了吗？陈二狗将自己赚了8000万的事情告知了严小蕊，听到这消息，严小蕊当然欣喜若狂，再三求证真假，直到二狗给他看了账户余额，他才彻底相信。虽然赚了不少钱，但也不能坐吃山空，我想拿这钱去做点生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和刚才那个人吗？他是梁氏集团的公子。哥，不管你决定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二狗回到房间后开始思考梁天磊的话，想起过往的事情，脑海中变得越来越清晰。自己被赵伯修和杨幼仪联手陷害，2天前严小蕊被赵欣然栽赃，今天严小蕊又被赵欣然绑架威胁自己，都是因为赵氏集团有实力。梁天磊的话虽然只是想说服自己加入梁氏集团，但不得不承认有一句话说得很对，重情义举，独立难支。二狗想了很多，他已经下定决心和梁氏集团合作了。不过怎么合作却不是梁天磊说了算。第二天约了梁天磊见面，并说出了自己的计划。什么？你要开公司？我们合作并不是只有我加入梁氏集团这一个方式，不是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加入我梁氏集团有何不好？难道是我开出的价码不够？你开出的条件已经足够好，但并不是这个原因。那是为何？因为我想自己当老板，自己说了算。你自己开公司的话，那咱们怎么合作？梁氏集团经营的玉器店基本都是卖成品器物的，也就是说你们只需要玉石原料就够了，并不需要原石。你们之所以买原石，只是为了控制成本，毕竟在市面上买开出来的玉料价格会很高，再除去制作成本赚的并不多。梁天磊有些讶异，没想到陈二狗他一个外行竟能想到这些。我的公司会负责进购原石，并且将开出的玉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你们，你们只需要将买到的玉料拿去生产成品，然后放到店里卖出去就行了，整个过程不用担任何风险。二狗所说让梁天磊精神为之一振，市面上供应商开出来的玉料价格之所以贵，是因为买原石的风险极大，毕竟不管多厉害的鉴识师都不敢保证万无一失，低价的原石还好说亏也亏不了多少，可要买高价的原石，一亏就能亏个几千万甚至上亿。我虽说由我的公司来为梁氏集团提供玉料，但却并没有说你们只能在我这里买，梁氏集团自己的购石渠道大可以保留，你们随时都可以自己进购原石，希望这样能消除梁公子的顾虑。不知先生准备给我们几成的利润？我开出的石头会以市价8成的价格卖给你们。太高了，5成、7成、6成，就7成，
70%的价格已经很低了，如果梁少不愿意接受，那么恐怕我只能找别人合作了。二狗给出的这个价格虽然只比市价低2成，但依旧会有无数人趋之若鹜。梁天磊自然也能想到这点，他之前就担心二狗被别的玉石商抢走，听到这话神情更忧郁了。见到梁天磊神色动摇，二狗给出最后一击：若是梁少愿意接受，我可以在贵集团挂个玉石顾问的名头，抽取30%的利润，每年为梁氏集团看10块原石。先生此言当真？那是当然。10块太少了，50块，最多15块。15块确实不多，但我保证每块利润都在1元以上。我本以为自己已经相当重视先生，没想到还是将你看清了。先生的生意头脑实在令我惊叹。你同意了？除了同意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确定了合作关系后，他开始和梁天磊商量起开公司的一些事宜。二狗毕竟年轻，以前又没有接触过这些，所以没经验，需要找梁天磊帮忙。开一家公司需要办诸多手续，对普通人来说这很麻烦，不过对梁天磊这个层面的人来说却很简单。在梁天磊尽心尽力的帮忙下，3天后公司便顺利开成了。这间铺子以前是许氏集团的，后来被我买了下来。虽然只有1层，但有1500平，后面还有一个350平的库房，坐南朝北，风向极好。怎么样，我够意思吧？这间铺子未曾经许氏集团所有，不过刚装修完毕，许氏集团就出事了，后来被梁氏集团以18000万的价格买了下来，如今市价2亿以上。不过二狗不用花钱，这是梁天磊送他的。这些是这2台车是我送你的开业礼，2辆劳斯莱斯接待重要客户，和你自己带不用，怎么样？看看喜不喜欢？要是觉得不满意，改天我再给你送几辆过来。你们有钱人的生活都这么高调吗？这叫什么高调？你没见到京城那些顶级公子哥，人家玩的都是飞机游艇，还有玩潜水艇的呢。我这种级别的也就玩车了。其实我也想玩飞机游艇，不过靠我自己太难实现，这多半以后得靠你了。梁天磊之所以这么大方，是因为二狗之前帮他赢了狮王斩，赚了10几亿，想给二狗3亿作为谢礼，二狗却没要。对一个陌生人，梁天磊尚且那么大方，更何况如今这个陌生人还成了合作伙伴，他自然不会吝啬。陈二狗公司才开张，一个员工都没有，就他一个光杆司令，这些东西他一个人采买起来比较麻烦，所以梁天磊都帮他办好。谢了，如此我省去了不少麻烦。你不是说在金陵银行有一批许氏集团留下来的原石吗？如今公司开好了，店铺也有了，不如就去赚咱们的第一桶金。正合我意，走，顺便试试你的新车。二狗和梁天磊跳上了一辆劳斯莱斯，朝着金陵银行开去。许氏集团倒得很突然，以至于库存的几千块石头都没来得及卖出去，就被金陵商界除名了。这些石头也被以20亿的债务价格抵给了金陵银行。堆放原石的库房在这间银行的3楼，以原石价格的不同分成了3个区。A 区的石头最便宜，质量也不怎么样。B 区、C 区都是有钱人才能进去的，质量价格都高了不少。你先在 A 区逛一下，我去找银行的经理打个招呼先。二狗随便看了一下，觉得挺无聊的，因为 A 区里的石头都不值钱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哈哈，就你了。二狗正觉得无聊时，看见一个老头在挑选石头，正想把石头从货架上拿下来时，手一抖没拿住，眼看石头要砸在脚上了。二狗一个闪身来到老头跟前，接住了石头。小伙子身手不赖呀，多谢了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观察了半天才挑中这块好石头，一时得意忘形，让你见笑了。小伙子，你也是来买玉石的？随便逛逛。既然你也是来买原石的，那必然有几分眼力。我这块石头不错吧？是挺不错的，但是这块会更好。老人闻言投过去好奇的目光，只见二狗说的石头上布满了青苔，一看就是不值钱的样子。陈先生，走吧，咱们去另外2个区。老人本以为二狗只是和自己一样来闲逛捡漏的，见他去了 B 区，不禁面露诧异。B 区的原石价格可都在1万元以上，普通人还去不了，一般只有玉石商才能进去。老领导，原来您在这儿，我上个厕所回来您就没影了。怎么样，有看好的石头吗？这块看着不错，那咱们现在就去开吧。把这块也拿上吧。我答应给你们集团看的石头，用不用今天买？许氏集团留下来的石头都已经被人挑过一圈了，就算还有好的也不多，我可不想把那15个名额给浪费在这里。虽然二狗承诺给梁氏集团看的每块石头利润都在1元以上，但1亿和10亿都是1元以上，这两者谁更多，傻子都知道。好不容易得来这15个名额，他必须得将利益最大化。赵伯修，你也在这里？还真是冤家路窄啊。孔总，你也在啊？哟，这不是梁大少吗？好久不见了。孔总什么时候来金陵的？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？孔总要去哪？还用事先跟你报告吗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孔总远道而来，我作为金陵本地人，少不得要尽尽地主之谊，否则岂不让外人笑话我们梁家人不懂礼数？难得梁少有心，不过我来金陵只是处理一点小事，处理完就会离开，不想惊动太多人，故此才只联系了伯修，还望梁少不要多心啊。孔总不想给我们添麻烦，是体谅我们，我又怎么会多心？您言重了。这位是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一品玉业的总经理陈二狗。陈先生，这位是孔总。听到梁天磊的介绍，赵伯修看向二狗的表情有些难以置信，这条拖鞋咸鱼什么时候成总经理了？孔总你好。什么一品玉业，没听说过啊。孔总身份不一般，梁天磊有心想让二狗给他留个好印象，却没想到对方竟拿出这副做派，热脸贴了个冷屁股。这不是不给陈二狗面子，而是不给他面子。我的公司才成立1天，孔总没听说过很正常，不过我相信以后你一定会经常听到。年轻人创业开公司，
有自信是值得称赞的，但要是太过自信，那就叫狂妄了。梁少尽管去做自己的事吧，我在这儿看看就走。好，那我就不陪您了。他奶奶的，气死我了！刚才那人是谁？他是大地集团的总经理孔云涛。大地集团？没听过呀。大地集团是做房地产的，在金陵或许没什么名头，但他产业遍布苏省，财力极强，曾连续3年排进东南沿海经济实力前10。他做房地产的，又不是金陵的企业，你那么怕他干嘛？无缘无故的，我当然不怕他，只是他还有一层重要身份。是什么？孔云涛除了是大地集团的总经理，还是南海商会的理事之一。南海商会你听过吧？就是那天玉石交流会的主办方。对，就是他。南海商会是统管整个东南沿海所有企业的组织，所有企业都是他的成员，每个企业该做什么、怎么做、在哪儿做，都由他说了算。其中设一个会长、一个副会长、4个理事，除了会长和副会长之外，就理事的权力最大。你说我该不该怕他？既然怕他，那你还生什么气？难道是为我打抱不平？经过梁天磊一番解释之后，二狗算是听明白了。南海商会作为统管东南沿海所有企业的龙头老大，他要保证其龙头的地位，向来处事都极为公正，遇到2家竞争的企业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孔云涛作为南海商会理事之一，每次前来金陵，几乎所有企业老板都会收到消息，可这次来所有人都不知道，偷偷的和赵伯修在一起，这是在公然表达支持赵氏集团的态度。若是有理事支持赵氏集团，那么原本公平的竞争就变得不公平了。刚才那个小子就是帮梁天磊赢了你的人。我派去调查的人说可能跟他有关系，但我总觉得蹊跷。那小子我是认识的，他不应该有这样的本事。在我看来，你还不应该输的。有关就是有关，无关便是无关，这点判断都做不了吗？应该有关。伯修啊，判断一件事不需要100%的证据，有60%够了。合作生意是一个道理，谁能保证100%的盈利？盈利的机会大于50%，这生意就值得做。孔叔教训的对，是我太过优柔寡断了。知道错误就要改。这次输了比赛，会长差点就要把玉石经营权给梁家，要不是我从中周旋，这会儿人家搞不好都已经在筹备接管所有许家店铺的事了。孔叔大恩，伯修必定牢记心中，我赵氏集团上下也必然没齿难忘。用不着说这种话，谁叫我和你爸当初是一个寝室的好兄弟呢？你们赵家好也是我愿意看到的，不过你得争点气啊，别每次一有事就要我帮忙。我身上毕竟挂着理事的职位，偏袒太多，恐以后难以服众。孔叔放心，再没有下次了。那个方毅到底什么来头？连狱中之狱都能看出来，这眼力恐怕连周老先生都没有吧？我承认此人是有点本事，但要说能看出狱中狱，恐怕多半是运气使然。我周家经营玉石数百年，还从未出过能看出狱中狱的人，就算我爷爷来也不行。确切的说，这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人。如果是运气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就算开出狱中之狱是运气使然，可在此之前，他还是实打实的开出了2块极品翡翠，足可见此人经验丰富，眼力独到。他如今加入了梁天磊的阵营，毫无疑问会增加赵公子抢夺玉石经营权的难度。许氏集团留下来的原石虽被买走了许多，剩下的也还有不少好料。梁天磊带陈二狗来此处买石头，必存了捡漏的心思。那就别让他们买到这里的石头。孔叔的意思是，凭你赵家大少爷的身份和我南海商会理事的名头，他买不买得走，还不是咱们一句话的事。陈二狗和梁天磊一边挑着石头，一边聊着南海商会的事。二狗凭着透视的能力，很快就挑了满满2百车的石头。挑选的差不多了，就这些吧。好，我们去结账。梁少这就要走了。孔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本来想在这儿买几块原石拿回去送人，但自己对原石不太了解，所以挑来挑去也没找到好的，因为还要赶下午的飞机。我见梁少一会儿功夫就挑选了这么多石头，把这2车原石送我如何？听这话，梁天磊虽然早有预料，但内心还是不禁咯噔一声，确实够厚颜无耻的。见到梁天磊面色作难，孔云涛继续笑着道：“你们选石头那么快，可见必是有窍门的。这里有这么多石头，将这些给了我，你们再选就是了嘛。反正你们也没有付钱。”孔总，你有所不知啊。如果这车原石是我自个儿买的，那我就是买下来送给您也无妨。但是可惜啊，这不是我买的，这是陈先生买的，我就是给他带个路，怎好将人家的东西送您呢？既然是二狗买的，那就更应该送给孔总了。孔总是大地集团总经理，更是咱们东南沿海有名的商界大佬，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，都是咱们的前辈。陈二狗门户出力作为晚辈给前辈送点东西，不是应该的吗？果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好的原石可遇而不可求，我精挑细选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几块好石头，要是送给他，那我不是白干。听你这意思是舍不得了？当然舍不得，让你赵伯修把全部家产送给乞丐，你舍得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说孔总是乞丐？向陌生人讨要东西，企图不劳而获，不是乞丐是什么？放肆！你说话如此口无遮拦，也太不把孔总放在眼里了。他一个搞房地产的，算什么鸟东西？我做我的玉石生意，又跟他没瓜葛，用得着将他放在眼里？你，好，很好。现在的年轻人果真是年少气盛啊，全然不将我这老家伙放在眼里。好的很啊。原来我只是提个请求，没想着一定要这些石头，可是现在这些石头我要定。孔云涛的话让二狗嗤之以鼻，说什么先前还不想要，根本就是放屁。他就打定了主意要这批石头，只不过那会儿他心情愉悦，而现在则是被惹毛了。去叫你们刘经理过来。孔总，陈先生说错了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他一般计较了。我不跟他计较，只怕会助长他的气焰。说错了话就该为自己说错的话付出代价。陈先生年轻气盛，说错了话，
我替他向孔总道歉。至于赔礼事后，我会给孔总送一批原石过去。孔云涛听了这话，脸色顿时垮下来。梁天磊这是摆明要袒护二狗了，全然不考虑他的面子。既然梁少这么说，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这批石头我不点头，你们拿不走。哟，这不是赵少和梁少吗？二位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要咨询？这位是大地集团的总经理孔总。刘经理虽然只有30来岁，但常年和各种大老板打交道，很会来事。听了孔云涛的诉求，一看二狗面生的很不过是一个才开始创业的年轻人，立刻就知道该怎么办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我们银行的原石是要优先卖给大客户的，这2车原石不能卖给你。刘经理，你这话有些糊弄人了吧？梁少，别让我难做。我说过我不点头，你们是拿不走这批石头的。赵不休得意地笑了起来，就算是见识大师又如何，在绝对的权势面前屁都不是。辛苦半天竟为他人做了嫁衣，梁天磊神色恼火地看向二狗，有心说话却又不知道说什么。就当给乞丐了吧，算行善积德。咦，各位这是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行长，这不是赵少和梁少吗？还有孔总你也在啊？秦行长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很久不见了，孔总怎么有闲工夫到我这儿来？孔总这是来买原石的。这话一出口，孔云涛并没即刻应答。秦子成敏锐地察觉到气氛有些微妙，不由诧异地看向了一旁的刘经理。难道不是？刘经理皱了皱眉，小声将之前的事告诉了秦子成。得知孔云涛竟想抢梁天磊朋友选中的原石，面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。又看看孔云涛，再看看二狗，秦子成一时半会儿竟不知道说什么，直到看了一眼身旁的老人后，他才面色淡淡的道：孔总，您这么做度量有些小了呀。秦行长有所不知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。我也不是故意要他的石头，只不过是想给某些人一点教训而已。不然他以为我大地集团总经理只会装腔作势，永远也不会将我放在眼里，而他吃不了苦头，更不会有长进。我本以为大地集团总经理是个乞丐，没想到才发现竟是强盗，讨之不得就明抢，确实不是只会装腔作势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地集团就是前阵子被媒体曝光说豆腐渣工程的那个建筑公司。这位老先生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无凭无据焉能信口开河？要是追究起来，你可是要负责任的。这位王佑老先生是我曾经的领导，同时也是华夏宣传署前任署长，在王老面前，孔总最好慎言。你说他是华夏国家宣传署前任署长？众人根本就没想到，眼前这个看起来跟普通退休老头没两样的老人，竟会有那样大的来头。华夏宣传署署长，别说金陵，就是苏省政界一把手来了，都得先打招呼。王老先生，对不住，刚才是我说错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。孔老板说的很对，无凭无据的不能信口开河。既如此，那就让人去查实证据。王佑轻描淡写的说着，让得在场所有人都后背一凉。而孔云涛则脸色刷的一下惨白，他是大地集团的总经理，王佑的话是不是信口开河，他比谁都清楚，他们怎么经得起查？王老先生，孔总，这些石头是这位先生先挑选的，我不能卖给您，不好意思，先生您可以去结账了。35块石头一共花了2500万，亲眼看到石头装车后，二狗和梁天磊才离开银行。还真是运气好啊，原以为东西就要拱手送人了，谁知道孔云涛竟得罪了这样的大人物，我都不知道是该说咱们幸运，还是说他太倒霉。老领导，您认识那个年轻人？我跟他不认识，不过这块石头就是那个小伙子看出来的。老领导，这石头虽好，但顶了天也就100、10万左右，您再认识多少人给您送东西，价值过亿的您都没眨过眼呢。这个小伙子看起来挺面善的，和我一个故友有几分相像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您帮他？也不算是帮他吧。怎么？难道你觉得大地集团的工程质量有问题，就不该被调查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地集团有问题自然该查，只不过有专门的人会去处理嘛。您老开口阵仗未免有些大了。大地集团毕竟是南海商会的支柱之一，动了他们，南海商会背后那位恐怕会心生不满呢。哼，他真以为我们几个老家伙不知道许家是怎么倒的？他借南海商会之手，妄图掌控整个东南沿海的经济，难道以为这些我们都不知道？以前不理会他，是觉得他还知道分寸，可如今他行事越发肆意妄为，东南沿海之企业如他瓮中之鳖，生杀予夺皆有心情，很多事情已然越界，我们都觉得是时候给他敲敲警钟了。王老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让的秦子成听后连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心中更是惊骇不已。他本以为今天的事是老领导欠考虑了，却没曾想他想到的老领导都想到了，而且老领导想的远比他多得多。今天发生的一切看似偶然，实则竟皆在掌握，心中也不禁暗暗为孔云涛默哀起来。大地集团恐怕是难熬。劳斯莱斯拉美女大家都见多了，这个屌丝居然用劳斯莱斯拖矿石。陈二狗和梁天磊开心的把矿石运回仓库，很快石头全部切完，除了5块没开出货来，其他石头都开出价值不菲的玉石。那个陈先生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你到底有什么窍门，竟然能看出这么多原石里头有玉？我冒昧的说一句，你这个问题确实很冒昧。一共30块石头，开出的玉石总价值5亿3千万。按照约定，二狗将石头以70%的价格卖给梁天磊，也就是3亿7100万，减去买石头的成本2500万。这一下午，陈二狗便赚了3亿4600万。
怎么感觉我像是给你打工的呀？瞧你说的，你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得到这批玉石原料，再做成成品卖出去也不少赚吧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我们卖的哪有你那么快？你的石头切出来几分钟就卖掉了，我们加工做成首饰，再到柜台上销售，这周期可长着呢。我只是感叹下，你这赚钱的速度真够快。二人切完石头收拾好，便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。正好严小蕊的学校也在附近，所以也把她叫来了。以咱俩的关系，你妹妹就是我妹妹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她的人身安全我可以打包票，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和李虎的人打过招呼了，不管校里校外，绝对没人敢动咱妹子一根头发。谢谢梁少爷。叫什么梁少爷？这么见外，叫我天磊哥。小蕊，你就叫他天磊哥吧。天磊哥。这才像样嘛。就凭你这声天磊哥，这份见面礼你必须收下。哥，这收下吧，梁少一点心意。严小蕊开心的接过小盒子，忍不住好奇打开看了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可是我精挑细选的。谢谢天磊哥。小蕊，好好收着，上千万的东西你可别弄丢了。上千万。严小蕊再次看向那条手链，脸上满是震惊。她知道这条手链可能很贵，但怎么也想不到它会值这么多钱。时候不早了，小蕊你先回学校上课去吧，晚点我再去接你。梁少，我可丑话说在前头，别对我妹妹有什么想法。放心吧，我梁天磊可不是那样的人。我承认咱妹子是挺漂亮，但我梁天磊也是有操守的人。再说我已经有未婚妻了。你送那么贵重的东西，由不得我不多想啊。如果误会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没事，是个正常人都会这么想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。插播新闻：大地集团总经理孔云涛今日下午于南海国际机场被捕，被捕原因尚不明确。据悉，孔云涛被捕后，大地集团多名高管也被传唤至有关部门接受问询。这么快就被抓了？看来这华夏宣传署署长还真不是说这么简单啊。那个孔云涛下午还在我们跟前蹦跶，这么快就被收拾了。那老人看起来挺和蔼的，没想到做起事来竟如此雷厉风行。这下大地集团恐怕不死也得掉层皮。这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吗？反正他也是向着赵伯修的，如今被调查，想必不能再为赵伯修提供帮助了。道理是这么个道理。孔云涛被捕后，其商会理事的职位必会被撤销，这样一来，南海商会就会竞选新的理事，不知会有多少人打破头去抢这个职位。该死的，你眼瞎了还是怎么的？对不起，女士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，我泼你一下也跟你说声对不起行不行？你长没长眼睛啊？问你话呢，你哑巴？住手！你特么的谁呀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的服务员把酒瓶摔碎了，溅了我女朋友一身的酒水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笨手笨脚的，真是没用。对不起两位，因为我们员工的失误给你们造成了麻烦，真是抱歉。一句抱歉就完了。您的衣服我们会赔偿，至于员工我们也会惩罚的。摔碎酒瓶又不是他故意的，他已经道歉了。你的衣服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赔？你赔得起吗？我来看看多金贵的衣服啊，连我梁天磊的兄弟都赔不起，你他妈的又是谁啊？听到有人竟然问自己是谁，梁天磊有些不爽。这精灵还有不认识自己的？正要开口说出自己的身份，只见急匆匆的跑出来一个中年男子，走到梁天磊身边，恭敬的喊了一声：“梁少爷，梁少爷，难道是梁氏集团的梁少？一件衣服而已，顶天3000，这里是5000，算是赔偿。”男子小心翼翼的接过钱后，拉着女朋友赶紧走了。他可不想得罪这位梁少。梁少，您来用餐，怎么也不事先吩咐我一声？里面还有包间呢。这家餐厅是梁氏集团的一个子公司，所有高管都知道这位梁公子可是真正幕后的老板，当然要服务好，不然哪一天怎么被炒鱿鱼的都不知道。要是坐在包间里，就看不到这么有趣的一幕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这死丫头惹的祸，把酒瓶摔碎了。对不起，李主管，我刚刚有点低血糖，没拿稳红酒，所以就……低血糖怎么不好好休息？李静文抬头看了二狗一眼，想说点什么，可目光瞥到大堂经理后却什么也没说。刚才他意识到自己低血糖的时候，向大堂经理请求休息一会儿，但是被驳回了，才导致刚才的事发生。这位先生，我们招他是让他来工作的，可不是来休息的。李主管，这位是大堂经理吧？看来你用人的眼光不怎么好，我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换个主管了？梁少，别啊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孙经理，你去财务部结清工资，现在立刻赶紧走人。李主管话音刚落，梁天磊什么也没说就和二狗离开了。李主管大松了口气，老板肯离开，说明他对自己的做法是赞同的。你叫李静文对吧？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，我代表餐厅向你道歉，这是我们给你的赔偿。我不要什么赔偿，只希望你们不要开除我就好。这么漂亮的员工，我倒想留，只怕有些人不愿意。他说着似笑非笑的看了二狗一眼。二狗公司新开张，正是要招兵买马的时候，如今正好有个失业的和他还是旧识。在梁天磊想来，二狗多半会招李静文进他的公司。二狗确实存了这个念头，不过还没打定主意。大地集团出了那档子事，我还得回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也要回家吧，我送你上车。先前他们虽一直站在路边一辆豪车前，李静文怎么也没想到这会是陈二狗。他虽有心不让二狗送，但对方执意如此，无奈之下他只得上了车。今天谢谢你，又帮了我。那天之后，你舅舅还来找过你麻烦吗？没有。这是我的电话，如果他再来打扰你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收拾他。为什么你要帮我？帮人也需要理由，难道我看起来不像是乐于助人的好市民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帮了我很多次，好奇问问，
你是不是担心我屡次帮你，是对你有什么企图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觉得奇怪而已。都是正好碰巧而已，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我这个人向来怜香惜玉，最见不得女孩子受欺负了。我不信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就是这样。刚刚那间餐厅别再去了，那份工作不适合你，有时间去面试下这份工作，工资待遇好，老板人也好，最会体贴员工，绝不会轻易开除人的。谢谢。他不知道这个地址上是什么样的公司，既然是二狗给的，必然不会太差。他如今没了工作，确实需要再找。看着二狗的车消失在巷子，李静雯感觉心里有些怪怪的。不管什么原因，二狗都已经帮了他3次，还给他介绍新工作，真的很感激。从小到大，除了外婆，再没人这样对他好过。他们的这么快就被抓了？看着手机上孔云涛被捕的新闻，赵伯修脸上满是阴郁之色。少爷，大地集团的张秘书打来电话，说想存一笔钱到咱们的账户里。跟他说不行，大地集团这次出事是因为得罪了大人物，那个人连郑先生都惹不起，咱们能做什么？立刻切断和大地集团的所有合作与业务往来，以防引火烧身。是，少爷，我这就去办。也不知道孔云涛今天出门是不是踩狗屎了，真他娘的晦气！就连从来不信运气的赵伯修，在发生这档子事之后，都忍不住怀疑孔云涛的运气太差。好在今天在银行，他并没有对那人不敬，不然恐怕这会儿连他也得被叫去喝茶了。少爷，您四叔打来电话说赵欣然小姐被人打了。你是吃屎的吗？这种小事也来跟我说？他女儿什么德行他不知道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这也值得说？他被打死了再来告诉我。少爷，您先息怒，赵欣然她是被陈二狗打的。二狗打的？赵欣然怎么和他有冲突？听说陈二狗的妹妹和赵欣然是同班同学，他们之间有矛盾，陈二狗是为了帮他妹妹才打的赵欣然。又是陈二狗？半年的时间，看来他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说到底还是教训的不够深刻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再给你上一课吧。我让你去查陈二狗的公司，查到了吗？回少爷查到了，叫一品玉业，费尽几天才注册的，注册资金2000万，由陈二狗全权控股，地址在城西，以前是许氏集团的一间门面，被梁天磊买下来送给了陈二狗。在许氏集团以前的门面，不得不说这是缘分啊。我听下面人说许家那个女人想到咱们公司来上班，是来应聘过，但是以她的身份，咱们不敢要啊。二狗的公司新成立，必然会招聘人才。那女人虽然倒霉，但学历资历和经商水平都是一流的，找个中介介绍她去二狗的公司应聘。那女人现在是个烫手的山芋，这在金陵商界不是什么秘密，只怕陈二狗也不会接吧。你只管去做，我有办法让她接纳。哥，你什么时候买车了？没买，梁天磊送的。又是他送的？他干嘛对你这么好？有人对我好还不行？难道你希望外边的人都仇视我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只不过他对你好的也太离谱了吧？你说他还送了你一个铺子，他会不会对你有什么想法啊？什么想法？他不会是对你有那种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，胡想八想的，脑子里都装的什么呢？你哥我是那种人吗？你当然不是那种人了，但谁知道他是不是呢？去，不可能，都是正经爷们。哥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好了，别说这个话题了，高考在即，你还是想想怎么考个好成绩吧。哥，你说这手链真的值1000多万吗？梁天磊还算是个体面人，不会拿假东西糊弄你的，这东西最少也值1000万。诺，给你。给我干嘛？虽然你之前赚了8000万，创业前期资金投入量很大的，而且基本都会亏损，这东西既然值这么多钱，你拿去卖了，应该可以支撑公司很长一段时间吧？傻丫头，你以为梁天磊为什么舍得送我这么多贵重的东西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能给他提供的价值远远大于这些东西。1000万对以前的咱们来说或许很多，但以后只够你的零花钱。公司刚成立，很多事要忙，难免会忘了给你生活费，所以我给你办了张卡，里面有1500万，不用省着花。什么？1500万？哥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可没这闲工夫跟你开玩笑。拿好了，密码是你生日。哥，我觉得你变了。变什么了？变得越来越本事了。爱你。你这丫头。第二天，陈二狗来到了一个楼盘，准备买一套房子。好巧不巧碰到了很久没联系的好朋友文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二狗，唐文宇是二狗曾经的邻居，多次帮过二狗，后来搬家后就失去联系了。唐文宇现在是一个小包工头，做了这个楼盘的一些工程，100多万的工程款拖欠了1年还没给，今天被逼得没办法，带着一帮兄弟过来要工程款。陈二狗得知了这个楼盘是梁家的，就给梁天磊发了一个消息：梁经理，您想想办法，无论如何看能不能发点钱出来。工友们确实没钱了，他们都有老婆孩子，有的父母身体也不好。我去你丫的唐文宇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他们的父母妻儿又不是老子的父母妻儿，跟我说这些屁话，限你3分钟，赶紧带着你的人滚蛋，不然等着挨收拾吧。收拾谁？梁少，他带着一帮人在咱们公司门口闹事，简直太不把咱们梁氏集团放在眼里了。梁少爷，去年工程款到现在都还没结，我们也是逼不得已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梁少爷，我叫梁文才，是这儿的经理。哪一支的？我是您七叔高祖的小儿子的二儿子的儿子，论辈分您还应该叫我一声叔叔呢。我去你丫的！就你这屌毛样也想当我叔？锦绣山庄2期的工程款去年年底就发下来了，结果工人们现在还没拿到钱，说钱去哪儿了？梁少爷，我打电话给金陵警局，让他们派人来查查这王八蛋把公司的钱搞哪儿去了。是，少爷。陈先生又让你见笑了，
公司大了，什么玩意都有。这位是唐文宇，我的好朋友。工程款还欠你们多少钱？梁少爷，一共193万。从我私人账户里先把欠人家的工程款结了，每人再补发2万块，算是公司给他们的赔偿金。梁少，谢了。看不出来你交友挺广阔啊，怎么哪都是你朋友？都是些苦命人而已，我也是来买房子才碰巧遇到的，要是换了在别的地方，还真不一定遇得到。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以你的本事，应该早在金陵崭露头角才是，怎么能忍受这么多年的苦日子？听到这话，二狗差点没给他一个白眼。谁不想早早的崭露头角呢？他上个月才被疯老头扎了一针，获得的透视能力。不过这种事当然不能说出来。他高深莫测的看了梁天磊一眼。诸葛亮有卧龙之称号，还在草庐里住了那么久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咋的？等我这刘备来请你？去你的吧！你顶不算刘禅。古人说了，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。滚蛋！少跟我扯！你刚才说要买房子。我妹妹快要高考了，住的地方太过嘈杂，想给她换个好一点的学习环境。你要买房子来这干嘛？直接找我啊！正好我在咱妹子学校旁有几套别墅。梁少，房子我想自己买套小点的，毕竟我们家也就2个人，住不了太大的。不要别墅的话，我在滨江花园有一套3居室，位置很好，而且是装修好的，家具什么的全都有。我一次没住过，只要你觉得好，立马就能搬过去，450万便宜你了。就这套吧。行，下午我让人把钥匙给你送过来，你抽空去看看。二人敲定了房子后，唐文宇那边也和梁天磊的助手交接好了手续，拿着钱眉开眼笑的走过来。我和文宇很久不见，想跟他聊聊今天的事儿，谢了。我就不打扰你们老友相聚了。不过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下，过2天金陵商界会举办一个交流晚会，我想带你一起去，有没有兴趣？行，你到时候通知我。唐文宇把工人们的工资结清后，和陈二狗来到一个路边摊坐下。文宇，这些年混得怎么样？那会儿不懂事还说他干嘛，我早就没混了，现在就包点小工程。唐文宇想要极力掩饰什么，但还是被陈二狗看出了端倪。只见他右手竟少了一个手指头。你手这是？以前在工地上不小心弄伤的，很长时间了。张阿姨还好吧？还不是那样，有时清醒有时糊涂。以前我还有空照料她，后来进工地之后实在抽不开身，就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了。哪天有空我陪你去看看她，今天不太方便，过2天有空咱们再聚。二狗和唐文宇互换了号码，结完账后他便离开了。刚走一会就接到了一个电话。你好，请问是陈先生吗？我是来应聘的，到了您公司门口，可是看到里面没人。你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过来。二狗挂断电话也顾不上去看房了，开上车直奔自己的公司。招聘广告挂出去有一段时间了，这还是第一个来应聘的。现在公司就一个光杆司令。你好，我是陈二狗。你好，姨，是你。原来是你啊。俗话说一个好汉3个帮，没有员工心慌慌。陈二狗开了公司却还是光杆司令一条，一个员工都没有。今天终于等来了一个面试的。许老板不是经营服装店的吗？我的服装店已经关门很久了，也不是什么许老板了。来面试的这人陈二狗认识，他是严小蕊学校附近的一个服装店老板，之前陪严小蕊去过他店里买衣服，但这也只是他的另一种身份而已。陈二狗看着许曼婷的简历，脸上的表情变得古怪了起来。剑桥大学工商管理博士，许氏集团副总裁。这个许氏集团是？许氏集团才破产不久，我想陈先生你应该听说过吧？你姓许，以前又是副总裁，不知你和这个许家是？我是许淑萍的独女。许曼婷的话让二狗震惊不已。许淑萍就是许氏集团的总裁，据说在许氏集团宣布破产后，他就因心脏病发去世了。来自己公司应聘的第一个人，竟然是许氏集团的千金。许女士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如果你看过半年前许氏集团破产的新闻，一定不会怀疑我的身份。你既然是许氏集团的副总裁，之前为什么又做服装店老板呢？我个人比较喜欢时装，在许氏集团任职的时候开了2家服装店，后来集团破产我没了去处，便暂时经营服装店，再后来服装店被收走了，所以我出来找工作。许氏集团的倒台不是偶然，而是有人给他们下了套，下套的那个人是整个金陵商人都不敢得罪的，所以自然没人敢接纳他。许氏集团破产后，银行的债务也压在了他身上，被限制人身自由，不能出国，还不能长时间离开居住地。你想面试总经理？目前公司最高职位是总经理，要是给你了，那我做什么？你坐着数钱不好吗？要是真的让我无忧无虑的坐着数钱，这总经理的位子给你坐倒也不算所托非人，但这个职位得在展现了足够的能力之后才能给你。至于现在嘛，只有副总经理。陈先生的意思是我面试通过了？面试上没什么问题，只不过对于意向薪酬需要做点修改。许曼婷的意向薪酬是30万的月薪加公司1%的股份，这个价格如果在大型企业可能不算什么，但对二狗这刚开的公司来说却有些难以接受。月薪10万，我每个月要还银行20万呢。1个月25万每股份，我给你半年试用期，如果这半年你做得好，半年之后你刚才条件我全满足。那好，就以半年为限。欢迎加入一品渔业。安排好公司的事后，二狗去看了房，3室2厅120平的房子，所有东西都齐全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当天就搬了家。搬家的事是梁天磊的助手帮着完成，这个人叫张月，很会来事。二狗和他聊了一下午，两人的关系增进了许多。得知这个张月人面广消息多，二狗索性又托他办了一件事，让他替自己买一间酒吧。
几天后，二狗来找到了唐文宇，一起去医院看望唐文宇的母亲。在离开医院的时候，看见林希雪和几个同学从救护车上下来。二狗本想下车去问下情况，可想到已经跟张月约好了要见面，便没下去，将车开出了医院。二狗，晚上没事，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不急，咱们先去看样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看了你就知道了。张哥，让你久等了。我也刚到，这是酒吧的资料。酒吧在这栋大厦的负1楼，占地3000平，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现成的。按您的吩咐，原来在这里上班的员工，老实本分的都被我留了下来。只要您乐意，今晚就能开业。二狗花5000万租下这间酒吧5年的经营权，本想直接买下来，一看需要2亿多，所以就放弃。他和梁天磊计划过几天去缅甸进购一批原石，手里的钱还不敢随便花。文宇，你觉得这地方怎么样？不错，很好。你觉得好就行，归你了。什么归我？这间酒吧归你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以前的梦想是开一家酒吧，以后你就是这儿的老板。什么？我当老板？唐文宇以为二狗可能忘了他们曾经的友谊，谁知道二狗并没忘，就连他以前说过的话都记得。他曾不止一次说过想开一间酒吧，没想到二狗直接送他一个酒吧圆了梦想，搞得这1.80米的大汉竟不知不觉的湿了眼眶。我让张哥留下了一部分老员工，剩余的空缺就让你工地的兄弟们来补吧。酒吧的账户上还有800多万，你自己看着花，毕竟我也没经营过酒吧。张哥，有劳你了。陈先生，这可使不得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辛苦了2天，不能让你白干。二狗强行塞给张月一张20万的支票。经营一间这么大的酒吧并不容易，唐文宇毫无经验可言，手底下虽有懂行的老员工，但谁知道他们不会私底下偷奸耍滑呢？有张月帮衬的话，唐文宇接手起来会方便得多。关于酒吧具体的经营事项，你和张哥商量商量吧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。离开酒吧后，二狗给林倩雪打了一个电话，得知被送进医院的人的身份后，二狗立马赶往医院。经历了半年前的那件事，二狗在学校里几乎没什么牵挂的人了，但感恩的人还是有的。吴国栋就是其中一个，他是二狗的辅导员兼班主任，同时也是学校学生会的指导老师。来到病房后，发现人比下午更多了，大多都是自己班的同学，还有一些系里其他班的学生，有见过的也有没见过的。学长、师兄、师妹、师娘，二狗，你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吴老师是被人打伤的。林倩雪将吴国栋身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今天吴国栋下班的时候，在学校门口看到有社会人士欺负学校的学生，便上前制止。那人离开没一会儿，街上就冲出来6、7个拿着棍棒的人，二话不说就将吴国栋打了一顿，打了足足有10几分钟。吴国栋身上多处骨折，人也昏迷了过去，最后被学生们送进医院。行凶的人呢？抓到了吗？还没有，警方正在调查。知不知道是什么人？打人的不知道是谁，但最开始和吴老师起冲突的，有人认识说他外号叫太子，是金陵有名的混混，背景很不一般。都让开，别挡道，这是吴国栋的病床吧？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这里是2万块，就当医药费了。警察要是盘问起今天的事，你们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别乱说话。谁要你们的臭钱？你们就是打伤我爸爸的凶手，你们这群混蛋！死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爸是自己跌倒的，可不关我们的事。再乱说，我们可不客气了。吔死你！打了人还敢来叫嚣？你们报警叫警察来。二狗，多亏你来了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二狗出手给了原本害怕的母女莫大的鼓舞。当初要不是吴国栋，二狗可能早2年就退学了，只觉得这些是自己应该做的。警方来得很快，将2人带上警车，见到警方将一切安排妥当，二狗和一众学生这才离开了医院。吴国栋受的伤虽然重，但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，最迟明天就能醒过来。庆雪，我送你吧。好的，学长。卧槽，陈二狗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居然开大牢，他家不是很穷的吗？可能是租的吧，你们看他还穿拖鞋，卷着裤腿，刚从乡下耕田回来吧。我送给好兄弟一间酒吧，没想到开业第1天就有人来闹事。你小子可以啊，办了几年工地还支棱起来了，竟敢开酒吧，都是托了太子哥的福。唐文宇，你小子太不识相了，在太子哥的地头开酒吧，不知道规矩吗？太子哥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。咱们都是老朋友了，你的酒吧就是我的酒吧，如今又开在我的地盘上，这间酒吧以后我罩着了。谢谢太子哥。你酒吧每年的利润得给我50%，作为帮你罩场子的条件。太子哥，我这酒吧才开张，哪有什么利润可言？我不管别的，就算只有1块钱的利润，你也得分我5毛。太子哥50%确实有点高了，不如这样，我给你20%。唐文宇，你要搞清楚，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商量的，只是把我的决定通知你，我说多少就多少，少特么的给老子屁话。太子哥，你这都怪我太仁慈，当初只剁了你1根手指，看来你早就忘了痛，还敢和我讨价还价了。不敢，我哪敢跟太子哥讨价还价？不敢就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，50%的利润少1分都不行。嘴巴一动就要50%的利润，抢钱的都不敢这么嚣张。你他妈的怎么说话的？我站着说话呢，你眼瞎吗？我尼玛！别，太子哥有话好说，二狗这群人咱们惹不起，别乱说话了。之前你说手指是工伤，唐文宇曾经也是街头的混混，刚出道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小心和太子起了冲突，就被太子剁了手指，并且不准他今后在金陵道上混。
正是因为这样，唐文宇才带着弟兄跑去宫殿。都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了，所以你就忍了？老子心情好才只剁他一根手指，心情不好整条手我都能给他剁了，他不忍怎么着？难道还想着报仇？太子哥，我这个兄弟不太会说话，我代他向您道个歉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计较。你要是跪下给我道个歉，刚才的事儿就算了，要是不愿意也没关系。你知道我的脾气，这小兄弟要是哪天被打断双腿扔到路边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二狗看着这个嚣张的太子，怒火已经到了顶点，断了好兄弟一个手指，昨天还叫人打伤了吴国栋。看着文宇难看的表情，他知道太子这种人是没办法跟他讲道理的。这世上除了你母亲，没有什么人值得你跪的，给我站好了！你他妈的找死！小王八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老子要弄死！疯子，你他妈的，你这个疯子！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，赶紧给我滚！二狗，你太冲动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梁天磊匆匆赶到，刚进门就看到了太子身上血迹斑斑，他就知道肯定出事了。陈先生，你别告诉我你跟太子卯上了。二狗断了他一根指头。什么？你怎么就这么冲动啊？宇哥，你们快来看看监控。监控怎么了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服务员拿过来一个平板，上面播放着一处监控的画面。他妈的这个疯子，敢剁老子的指头，老子要不弄死他我就不姓李！赶紧打电话安排人，今晚就要弄他，还有唐文宇那个王八蛋，我要把他们砍成肉酱。太子哥您心里有火，咱们都知道，但是虎爷之前交代过了，说是明天金陵有一场重要的商业活动，很多名人都会来，让咱们这几天消停点，不要惹事。他们的真是晦气，暂时先让他们多活2天，等明天过后再找机会弄死他们。太子哥说的对，不拘这一时。对了，那个叫二狗的，你给我查查他还有没有什么家人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是，太子哥，我明天就去查。在听到太子最后几句话后，唐文宇和梁天磊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看向二狗。只见二狗面色平静如常，但眼中分明透露出浓烈的杀气。我就说了不要去招惹他，你不听，现在好了吧？这人根本就是个疯子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现在他盯上了，你说该怎么收场？事情到了这份上，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与其让他安排人来对付我们，不如咱们先下手为强，我去做了他，必不会将此事牵扯到二狗身上。我一直以为太子是个疯子，谁知道你们也是疯子。你知道太子身边有多少人吗？还做了他，估计你都没看到他人，就被他手底下的人给收拾了。我该接我妹妹放学了，先走了。陈二狗离开了酒吧，去学校接到了严小蕊。第二天一大早将梁天磊约了出来。这么早就约我出来，是不是想到办法了？什么办法？那你约我出来干嘛？你之前不是说今晚有个企业家交流晚会，我也不能穿得太寒酸，想着买2件西服找你参谋参谋。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一点都不着急。急有什么用？急他就不找人砍我了。我已经想过了，他在你手里吃了大亏，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让我家老头子直接找李虎谈，要是实在不行，大不了这次选举南海商会理事，我梁家把票投给李虎。我不信他不行动。今天就要选南海商会理事了？今天当然不选，不过这场晚会本就是为了给各大企业拉帮结派才举办的，只要我们同意在选举上投李虎一票，昨晚上的事他怎么也不会追究，反正我们也选不上，投给谁不是投啊？没这个必要，我自己的事我会自己解决的。二人聊了一会，来到商场，在一家男装店，二狗买了几套西装。从来没穿过西装的二狗还有些不适应，特别是穿上皮鞋的时候总感觉硌脚，索性就直接脱鞋配西装了。咱们金陵没有龙头企业，这次晚会是各大企业联合举办的，其中有我梁氏集团、赵氏集团、杨氏集团，还有李虎的威龙集团等15家企业。等到了之后我再给你介绍。天磊，陈先生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妈。梁天磊给二狗介绍了自己的父母后，众人聊了一会就进了别墅。陈二狗跟着梁家的人一起，倒也没人注意他，除了少数几个和他有仇的。陈二狗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怎么现在赵公子改行做保姆了？这么关心我的行程？这地方不是你这种人能来的。陈先生是我梁氏集团的合作伙伴，作为主办方之一，我邀请自己的合作伙伴来参加晚会，没什么不妥的吧？赵伯修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行，右仪什么时候来？少爷，杨女士马上就到。等会儿你去拦着她，别让。拦我干什么？好兄弟带我参加大佬们的聚会，碰到了和赵伯修陷害我的前女友。为了缓解尴尬，我找到了梁天磊，他们此时正在玩赌博，不过赌资不是红跳票，而是身上所佩戴的饰品。他奶奶的邪了门了！天磊哥，你这表600多万啊，你还真舍得？舍得个球！我身上没别的东西了，早知道就不该轻易的跑过来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你也是咱们金陵的一份子，我们输的那么惨，你帮我们找找场子也是应该的嘛。现在你们的场子没找回来，连我的场子也丢了。对面那个人确实厉害，把我们金陵年轻一代的人全赢了。那些人是谁啊？他们是外地的公子哥，为首那个是建业集团的少东家，叫李兆堂。听说这小子和赌王的儿子是同学，以前在奥城赌场待过。那你们还和人家比？这不是不服气吗？现在服气了吧？东西都输光了，不服也不行啊。右仪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哟，这不是赵氏集团的少东家吗？赵少过来玩玩。李大少是混过奥城赌场的人，我就不来自取其辱了。赵伯修，你这话听着怎么不对劲啊？合着你说我们自取其辱呢？
我可没这么说，不过你要这么认为，我也不反对。总比你上来就认怂要好吧？孬种，我看你以后别说是金陵的人了，我们可丢不起这脸。我这不是怂，只是有自知之明而已。明知道会输，为什么还要和别人比呢？说什么自知之明？你不过就是舍不得袖子里的那块表而已。这块表不过千把万，没什么舍不得的。现在我把它作为李少的筹码，只要你们之中有人能赢得了李少，这表就归你们了，如何？听你意思是我们必输了？我偏不信这个邪我。梁少让我来，这人谁呀？哪家的公子？没见过啊。这位是陈二狗，我好兄弟。这位兄弟，你和我赌什么？你的筹码呢？连本钱都没有就敢和人赌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那也比你这吃里扒外的怂包强。你没有筹码，可以找你的队友借。我们都输光了，我现在就去买。那可不行，说好了要随身带的物品，现买怎么成？这批人没一个缺钱的，一点钱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，反而是随身带的一些饰品更让他们看重，所以才以此作为彩头。要是现去买的话，哪怕买的再贵也没这意思。都没筹码还比什么？用我的吧，这手镯我戴了2年多，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应该可以作为筹码吧。能让杨大小姐戴2年多的手镯，必是极其珍贵的东西，当然可以作为筹码。陈二狗看着杨佑仪放到桌上的手镯，不由心里泛起了一丝涟漪。这手镯是他送给杨佑仪的，地摊货25块钱，已经2年多了，想不到他还戴着。怎么比？他摇头子，我们判断大小，谁喊对了谁就赢。这样比法时间太长了，我们不如换一种玩法。说来听听。你来摇头子，我来猜大小，摇3次，我全猜中算我赢，3次里有1次没猜中就算我输。兄弟，这个提议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就一个要求，我赢了他们之前输掉的所有东西都还回来。行，就依你。开始吧。李兆堂不愧是在赌城待过的人，摇头子的方式很炫酷，看得不少人都目露惊诧。不过在二狗眼中只是花里胡哨的无用之徒罢了。我猜大。我靠，真是大呀！赵伯修冷冷作笑，以为二狗不过是运气好而已。李兆堂开始摇第2次，这一次我选小。真的是小，我那个去真牛逼啊！他运气这也太好了吧！你们有没有看到，每次李少在摇头子的时候，这家伙都偏着耳朵，好像是听出来的。扯淡呢！你以为是赌神啊？第3次李兆堂摇头子也变得凝重起来，摇了半晌，将头中重重的放在桌上，企图干扰二狗的听力。兄弟，开猜吧。这一次我猜不出来。为何这次猜不出来呢？如果我没听错，头中里只有2颗头子，至于剩下的1颗则在你手上，你说我该怎么猜？兄弟耳力非凡，对赌场中人的手段也一清二楚，李某佩服。赢了，真是牛逼啊！想不到还真有赌神。大家各自把东西拿回去吧。很快，之前输掉随身首饰的公子哥们都拿回来自己的物品，而赵不休的手表则被二狗拿了起来。二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了都能拿回自己的东西？我是说过这话，但却不是对你说的。那些东西是我帮朋友们赢回来的，他们当然可以拿回去，但这个是我的战利品。哼，你有种，走着瞧。赵伯修被二狗当着众人的面耍了一道，气冲冲的走了。杨佑一看着眼前的二狗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他可记得这家伙以前不会赌博，歪着脑袋也想不通，二狗现在为什么敢得罪赵伯修了。众人散去后，二狗接到了唐文宇的电话。二狗，晚会快结束了吗？太子走了没有？快了，你那边安排好了吗？已经埋伏好了，继续等着，我马上过去。二狗跟太子的仇算是解不开了，于是和唐文宇策划了一手借刀嘎人。既然被对方威胁到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太子这些年在金陵为非作歹，祸害了不少人，结了不少仇家，早就想弄他了。可平日里太子都是带着一大堆小弟，找不到机会。唐文宇找人把这帮人聚集在一起，在太子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。梁少，我还有点事先走了，改天再聚。二狗看到太子的车启动，就赶紧开车离开，一路狂飙来到了和唐文宇约定的地点。你可算是来了，人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。李佑辰作恶多端，这些年不知道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好多人都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。他们不知道是你吧？放心，我用卫星电话联系的。你说我们今晚的计划能成功吗？李佑辰今天去参加晚会，带的人很少，今晚是实施计划的绝佳机会。如果今天不弄他，明天他会像疯狗一样找我们麻烦。来了来了！二狗和文宇看着监控摄像头传来的画面，不由紧张了起来。唐文宇赶紧掏出卫星电话给接头的人下了暗号。太子的车和一辆大货车相撞，紧接着就起火燃烧了起来。这下应该稳了，他们的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这口恶气终于得报了。走吧，他就算不死也要脱一层皮，明天的新闻就知道结果了。我和好兄弟为了获得更多的玉石，于是我们坐上了去缅甸的飞机。昨晚太子发生车祸，变成植物人了，这事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看新闻才知道，从此金陵少了一个祸害，不是好事吗？我怎么感觉这事没那么简单呢？二人在飞机上度过了漫长的2天，终于到了缅甸孟古。梁天雷早就联系好的原石供应商，这人叫陆正元，他父亲陆少明是缅甸华人玉石大亨，整个缅甸的玉矿有1/4都在他手上。在缅甸除了石王家族，他就是最大的玉石原石供应商。梁少，我家大部分的原石都在这仓库里，你们随便挑，有劳陆哥了。陈二狗在仓库里挑了整整7天的石头，才把最后2辆大卡车装满，前面已经装满了5车，先运走了。正当他们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，仓库门口来了一个车队，从车上跳下来一个黑黢黢的中年男人。这人叫白公子，是一个缅甸独立军的头目。
经常敲诈勒索华夏人的原石。哟，这不是陆少吗？怎么来客人了？白将军，这2位是我华夏来的朋友，过来运点石头，还请白将军多多关照。改天我挑1车好石头送到您府上。还改什么天？这里2车石头不就是挑好的吗？将军，这2车石头是我2位朋友的。我不管你什么朋友，我也懒得等了，就这2车给我吧。你这儿石头这么多，让他们再选就是了。白将军，我这2位朋友远道而来，他们行程安排的紧，还望白将军行个方便。你们是华夏人吧？既然这2车石头是你们的，你们觉得这2车石头给我怎么样？当然没问题，将军想要尽管拿走。很好，你呢？梁天磊冷汗直冒，生怕陈二狗这个时候犯牛脾气，要是惹怒了对方，一梭子过来直接大结局了。这2车原石要是卖出去，总价超过50亿，二狗当然舍不得给他，但他清楚形势比人强，也由不得他不同意。既然将军看得上，就送给将军了。很好，那就不打扰2位老板挑石头了，我们走。2位，这件事是我的责任，没有提前把这些地方头目打点好，那2车石头算在我陆家的账上，2位就当没买过，重新挑2车吧。陆正元嘴上陪着不是，心里已经把那个白将军全家给问候个遍。他们陆家每年给这些独立军上贡都是几十亿，可这些人还是不知足，时不时的来弄点石头，而且是专挑夏国商人挑好的石头。缅甸不缺玉矿原石，但是他们没有好的鉴定师，挑不出来好石头。之前陆少说贵公司在密支那也有几个仓库，剩下的石头就到那里去买吧。这里看来已经被人盯上了。好，就这么办，咱们先回密支那。众人跳上几辆吉普车向密支那的仓库开去。另一边，白公子已经回到了他的基地，刚回来就立马让人去把这2车石头切开。不切不知道，一切吓一跳。2大卡车一共有73块原石，73块原石全部出狱，最次的都是高冰种翡翠。这个结果不仅把他惊住了，就连开石头的人也全部被震惊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将军，这2车原石要是全部卖出去，赚个10亿美金没问题。我说这些华夏人怎么那么喜欢到咱们这里来买原石？原来孟拱的好料子这么多。将军，孟拱的好料子确实多，但是要像这样100%出狱，那些开采玉石矿场的岂不早就发达了？所以2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想到一个词：原石鉴定师。这2车石头能开出这么值钱的翡翠来，归根结底是那个华夏人挑选出来的石头。之前白公子跟陆正元沟通的时候，得知了陈二狗就是鉴定师。你去把那个穿拖鞋的给我抓回来，这可是摇钱树啊！是，将军。很快，宋帕带着人找到了陈二狗、梁天磊他们的车队，并拦截了下来。宋帕营长，您怎么来了？你跟我们走。宋帕营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把我这位朋友带走？不关你的事，滚开！哎，别！宋帕营长，有话好商量。我不是来和你们商量的，我只是来传达白将军的命令。别为难他们了，我跟你们走。二狗已经猜到发生什么事了，自己和这些人从来没有打过交道，对方一来就要抓他。陈先生，别担心，他们应该不会伤害我，你们先走，到时我去找你们会合。二狗安抚了一下梁天磊，然后上了对方吉普车。如果只有一个人，他自信以自己的速度是能逃走，但是还有梁天磊在，只好让他们先回到安全的地方，到时候再找时机溜走。我来缅甸买原石被当地军阀控制了，要我帮他鉴定石头，关了半个月都不肯放我走。我知道再这样下去腰子肯定不保，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白天，我骗宋帕说叫他原石鉴定术，让他进来关押我的房间，借此机会将他打晕逃了出来。白将军敢抢我的原石，肯定不能便宜了他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我偷偷的摸到了白将军的卧室。什么人？看来将军的睡眠质量不怎么好啊。大胆，你是怎么跑出来的？我说是宋帕放我离开的，你信吗？你跑不了的，看在你对我还有用的份上，乖乖的回去待着，今晚的事我既往不咎。你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我可没那么大方。陈二狗用床单把白将军给绑了起来，确定他动弹不得也发不出声后，用桌子上的电话给梁天磊打了个电话。是我，你们现在到哪了？我靠，你逃出来了！我和陆哥正找人想办法把你捞出来呢。你赶紧坐飞机回国，不用担心我，我自己能逃走，回国后再联系你。二狗给梁天磊通电话，一是为了报平安，而是通知梁天磊尽快回国，而他自己则是有信心逃出去。被疯老头打了一针后，一般的人对他没有半点威胁。陈先生，整个克钦邦都是我的地盘，如果你是个聪明人，就立马放了我。只要你肯踏踏实实的帮我做事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正是因为我聪明，所以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。之前拉回来的2车原石呢？你想干什么？同样的问题，我不想问第2遍。卖了。卖的钱呢？还没到账。二狗不知道对方说的是真是假，但他也不想知道。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看见房间里居然放着一个保险柜，那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密码多少？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密码。嘴还挺硬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密码多少？我说，别打了。二狗输入密码后，保险箱被打开，里面有10几万美钞现金和2张银行卡。那10几万美金你可以拿走，就当是我支付给你的薪水了。那2车原石价值几何你比我更清楚，拿这点钱给我当薪水。二狗仔细一看，这2张卡不由被震惊了，一张是摩根大通的金卡，一张是瑞银集团的金卡。摩根大通是美利坚最大的银行，
而瑞银集团是欧洲最大的银行，能得到这2家银行的金卡，看来存的钱不少。密码是多少？先生那辆车原石在外头，并没有卖掉，你可以把装有原石的车开走。这2张银行卡你不能动。回答错误，你只有3次机会，已经浪费掉2次了。下一次该说什么你比我清楚。白将军爱财如命，但爱财如命的人更加惜命。要是命没了，钱还有什么用？脸色难看的挣扎了半晌，还是将2张卡的密码说了出来。二狗用屋里的电脑登录了2家银行的账户，本以为这2张卡加起来能有20亿美金就不错了，他却没想到单单是摩根大通的卡里就有20亿美金，而另一张瑞银集团的卡里足足有80亿欧元。看到这个数字，让二狗心头狠狠跳了一下，果真是财帛动人心。80亿欧近700亿华夏币，二狗怎么也想不到这家伙竟然有这么多钱。瑞银集团的卡里是我克钦邦数年的财政储备，你不能拿走啊！这些钱我估计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华夏人民的吧？你们这些军阀为了钱包庇犯罪，贩毒诈骗无恶不作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你们害得倾家荡产。二狗一不做二不休，在电脑上一顿操作，将2张卡里的钱全部转入了自己的账户。公司成立时，梁天磊为他办了瑞行的卡，现在正好用得着。瑞银集团的保密性非常好，只需要提供一个姓名就能开户，用户信息从不公开，就连银行内部人员也不能知道。正是因此，所以受到不少人的青睐。生意做大了，总会有一些不正当的收入，存在瑞银集团里面可以放100个心。陈先生，你要的东西你已经得到了，别嘎我，我愿为先生鞍前马后。我亲爱的将军，下辈子可别再随便抓人了。二狗嘎了白将军后